男人在八嘎国厕所撒尿，见没有标识还贴心的写上。不料刚走几步就被一群矮粗萝卜追，反手就是一阵突突转身离去。再回去路上走着时，突然一道白光，醒来感觉两坨柔软的东西挤压在自己的身上。女人不对，女神匪穿越了，不就是想在儿童节玩一下？我堂堂一个特种部队，穿越也就罢了，竟然被一个女神匪给抓了。沈三正在迷迷糊糊的想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处山寨里面。把他抬进我房间里面，我要生吃了他的心，给四当家的报仇。随着一声怒喝，被摔得七荤八素的沈三感觉被人抬了起来，一路朝着山寨里面走去。沈三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不少的记忆片段，还能不能再倒霉一点？开局就被山匪抓了剜心。沈三看着没人了，胡乱在地下摸到了一小块尖棱的石头，磨起了绳子。正当沈三费力磨着绳子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门便打开了，一个女子走了进来。沈三正要悄悄地继续割绳子，可接下来的一幕却直接让他惊呆了。只见这个女山匪竟然直接脱起了衣服，不一会上半身就只剩下了一个肚兜，被高高的撑了起来。原本就不大的肚兜，此时遮挡起来都显得有些多余。沈三想着之前在马背上的感受，最少是剧照杯。难不成要上了我？你特么倒是解开绳子，我喜欢主动。沈三正在无语的时候，没想到就连最后的肚兜也被解了下来。一时间风光旖旎，一片雪白，就是肩膀前面和后背的两处血淋淋的刀疤，有些破坏了这种美感。女山匪拿起桌上的一瓶药，抹在了伤口处，剧烈的疼痛让这个女山匪浑身猛地抽搐了一下，但仍然死死地咬着牙，一声不吭。竟然这么狠，怪不得一个山匪窝里面竟然是她一个女人当老大。大当家的饭菜好了，等着。告诉所有兄弟们，今天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以防伏牛山那伙人再来找事。谁再敢给我喝酒误事，我扒了他的皮点天当。是。这个娘们估计是挺狠的，不然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山匪不至于吓成这个样子。沈三稳住呼吸，努力地保持着固定的频率，在背后悄悄磨着绳子。而女山匪在关上门来以后，也开始吃起了饭，似乎对地下的沈三连搭理的兴趣都没有。终于，经过一阵摩擦过后，麻绳顺利被沈三给磨断了。但那个女山匪很明显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从绑腿上抽出一把匕首，一脸警惕地朝着沈三这边走了过来。沈三看了看手上的衣服，又看了看地下光溜溜的女山匪。沈三准备把她抱到床上，抱的过程中自然该碰的、不该碰的、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都有。而且沈三除了把女山匪的手脚全部捆住了以后，生怕运用什么内功挣脱，还免费给这个女山匪来了一个龟甲腹。该凸的地方爆凸，该翘的地方顶翘。这个山寨里面的山匪，该不会全是太监吧？不知道为什么，沈三看见眼前的这个女山匪的皮肤，竟然肉眼可见的潮红了起来。明明已经昏迷了，竟然还有些妩媚的扭动着身子。这娘们吃春药了。沈三摇了摇头，此时感觉浑身上下有些酸疼。这具身体太差劲了。看着眼前桌上还有一根没动的鸡腿，沈三毫不客气地拿起来吃着。突然，沈三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解开裤腰带看了一眼。还好，大小跟我之前的时候也的一比，不然真要是短于18厘米，那还不如死了利索。凭借着脑海中的印象，沈三知道这里是一个叫做青龙寨的山匪窝。前些日子，青龙寨四当家的在下山打劫的时候，正好遇见沈家家主过大寿，本以为可以大肆搜刮一番，但不曾想，竟然把县太爷也叫了过去。而县太爷随行的可是有着几十个衙役。一场混战之后，四当家的身上插着2支箭，好不容易撑着回到了山寨，当天晚上就死了，这才有了后面青龙寨大当家的亲自带人下山报仇的事情。但是沈三一边回忆着自己被抓来的经过，一边感觉出什么不对来了。当时在沈府里面，是专门有人让自己在门口等着，说是二夫人找，但二夫人没来，却正好遇见了闯进来的山匪，然后逃跑的时候就被打晕抓了。估计前身这个倒霉少爷那会就已经一命呜呼了。这特么绝对是故意的，借刀杀人！不管你们是谁，等老子回去，一个个拎出来排队砍脑袋。怎么说也是我的前身，还能让你们给欺负了？现在自己可是穿越了，没有法律，没有军规，不服就干。这么快就要醒了？沈三很是诧异，按照自己之前的力度，最少应该昏迷4个小时。估计是这副身体的太虚弱了。女山匪似乎已经发现自己的上半身不止骗人，又羞又怒，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沈三，仿佛要把沈三给生吞下去一般。再敢这么瞪着，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我看你的身材不错，关了灯也不影响体验。女山匪没有想到自己劫回来的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如此心狠手辣的人。我现在给你松开嘴，有事要问你，你要是敢吆喝的话，我不介意让你手下的人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沈三的手一边说着，一边从女山匪的脖子开始往下移动，翻山越岭，
女山匪死死地咬着嘴里的布条，被沈三这么一动，只感觉自己浑身燥热，一股压抑不住的欲望从心底里面翻涌了上来。你个混蛋，竟然敢给我下药！女山匪感受着自己身体内的翻腾和燥热，以及那种喷涌而出的酥麻和欲望，自然知道这是被下药了。我要想办你，还用得着下药？你也太小看我了。痛快地说，这里有没有下山的小路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沈三也感到浑身燥热起来。你死了这条心吧！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半个时辰以后，沈三从床上穿好衣服起来，要不是因为女山匪肩头的和后背的伤口崩开，弄得女山匪上面和下面都大出血，沈三感觉还能再持续2个时辰。就算这个女子很是妖娆和魅惑，自己也不至于在这种时候直接霸王硬上弓，她也断不至于刚才在床上那么迎合自己。沈三把目光放在了桌子上的饭菜上，看来这个青龙寨也不是一条心啊！我要杀了你！采花贼在食物下入春药，待美女食用后药效发作，连忙悄悄用刀撬开房门，并且推入迷箱。不料已经有人捷足先登，还在门口提着刀等他们。好刀！赶紧去放火，我在这挡着正娘们。既然来了，就留下吧。沈三虽然不擅长大刀这种冷兵器的使用，但凭借着高超的武功底子，以1敌2也是全程在压着2人。放火的那人也拎着刀加入了进来。沈三以1敌3，虽然说不上吃力，但想短时间内干掉3人也有点麻烦。不过对面的3人很明显也不想继续跟沈三缠斗，虚晃几刀便朝着一边跑去。大当家的，不好了，伏牛山的人扑上来了！他们没想到这个富家少爷竟然挣脱了束缚，还拿着大刀站在门口。你对我们大当家的做了什么？你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赶紧灭火，然后抵挡住山下的人马。都特么围在这里干什么？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按照他的话去做！正当几人僵持的时候，屋里面传来女山匪很是不耐烦的声音：“你们几个跟我来！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这附近有没有下山的路？这里怎么可能会有路？想要进出山寨，就只有前面的那条路，这后山。”这名山匪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沈三从一堆枯草中翻出了一条粗绳子，当即瞪大了眼睛。在青龙寨这好几年，竟然不知道后山这里还有绳子能爬上来。众人连忙朝着下面看去，只见下面的绳子上还有3个人，最下面的2人已经来到了悬崖上凸出来的一棵枯松树上。是伏牛山的老大。嚷嚷个屁！怕他们跑得太慢。沈三在那人身上踹了一脚，用牙咬着刀背，直接抓着绳子跳了下去。几个山匪看得目瞪口呆，纷纷趴在悬崖边上往下看着。只见沈三用一种很奇怪的姿势抓着绳子滑落下去，速度飞快，但落地的姿势却又很稳。借助着下落的力道，沈三重重地踏在枯松树上，正在爬着的3人脚下没有站稳，纷纷摔倒。最后的那人一顿晃悠之后，哀嚎地从树上摔落了下来。另外2人则因为已经靠近悬崖上的一条小路，挣扎着爬了上去。而沈三正要追的时候，脚下的松树却传来一阵咔嚓的声音。沈三皱了皱眉头，猛地纵身朝着身后的绳子抓去。几乎就在同一瞬间，脚下的松树不堪重负，咔嚓一声断成2截，朝着悬崖下面掉落下去。伏牛山大当家的跟另外那人侥幸逃过一劫，狼狈地跌坐在小路上，怔怔地看着远处抓在绳子上的那人。此时的沈三一手攀着绳子，一手拿着大刀，就这么悬在半空中，冷冷地看着他们，宛若一个地狱的杀神一般。伏牛山的老大打了一个寒战，连滚带爬地朝着山下跑去。这个距离就算扔刀出去也难，一旦扎不到对面的山岩上，倒是可惜了这把好刀。怪不得这个人能够被大当家的看上，太特么猛了。沈三把刀拎在手上，带着几人朝着前面杀去。此时前面的山寨里面已经被一些伏牛山的人攻了进来，青龙寨的人倒是慌乱的四处奔跑着，有的救火，有的杀敌，犹如无头苍蝇一般。还真以为我们青龙寨怕了你们伏牛山了。左边1人用弓箭射，右边2人直接杀过去。为首的一人挥舞着刀不断射，时不时的对身后2侧的人发着指令，就这么在山寨里面不断穿插。不一会儿，那些零散攻进来的伏牛山的人全部给干掉了。所有人各自找有利地形，把剩下的弓箭全部射出去，然后不要管什么东西，手头有什么就扔什么，把他们砸下去。随着一声大喝，10几个人张弓搭箭的来到了前面，2人弓箭朝下面射过以后，攻到近前的那些人瞬间被放倒。紧接着，那10几个人四处找着，也没什么能扔的，索性把刚才杀掉的伏牛山人的尸体扔了出去，居高临下，瞬间砸倒一片。看着那个胖子一愣一愣的，
他娘的，不早说！在众人乱扔仪器的攻势下，伏牛山的人被成功打退了下去。哎呦我操！你他妈是谁？三当家的，这人是大当家手下的人。刚才打仗的声音也是他吆喝的。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的地势都能打成这个鸟样，真是牛逼！沈三看着青龙寨门口的地形，这里是一处完全凸出来的高地，四周都是陡峭的山石，只有大门下面是一条上来的路。听了沈三的话，三当家的脸当即黑了下来。放屁！哪来的野小子？给我拿下他！沈三也没废话，直接反手把刀架在了三当家的脖子上。离我这么近，还敢对我吆五喝六的，你是真不怕死啊！敢在我们青龙寨对我动刀，除了大当家的，你是第一个，有能耐咱俩人比试比试。你特么猪脑子，刚刚把那伙人打退了下去，会不会打上来还不知道，你竟然嚷嚷着单挑。三当家的一听，竟然被小看了，就要强行动手。都住手！老三啊，刚才要不是这位小兄弟带人杀人灭火的，我们还真不好办。总算是有个聪明人了。这个刀疤脸给他的感觉很是不舒服，有一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听这个人的语气，想必应该就是二当家的了。这位小兄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山下沈家的三少爷吧？老二，他们沈家的人伙同官府的人杀了老四，你他娘的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听到沈三竟然是沈家的人，当即怒了，挥着刀就扑了下去，被沈三一个转身躲过，用刀背在三当家的后背狠狠拍了一刀。三当家的一个大马趴摔倒在了地上，手中的大刀也脱手飞了出去，抡着刀背，每一下都精准地劈在胖子的拳头上，就算是拳头再硬，也硬不过大刀。没一会，胖子就疼得嗷嗷直叫。别逼我杀你！我说小兄弟，就算你功夫超群，也不该直接在我们青龙寨撒野吧。周围不少山匪听见刀疤脸的话，也都拿刀朝着沈三围了过来。沈三见状，知道今天不杀点人是不能全身而退了。是先杀掉这个武功最高的老三，还是干掉这个颇有威望的老二呢？住手！女土匪被陌生人夺走第一次后，上身下身都传来撕裂疼痛，不仅没杀他泄愤，还给他一个四当家位置，甚至前四当家还是死于他家之手。只因他猜出山寨二当家就是内奸，然而二当家已经预料自己已经暴露，就在这时反咬他一口，不料刚说几句，就被一刀给砍了。堂堂一个山匪的大当家，杀人还要证据，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县令派来的卧底了。来山寨3年了，3年又3年。你什么意思？女土匪被沈三这句无间道台词搞得莫名其妙。你除了爱吃人心的狠劲之外，一点也不像山匪。不服就杀了你，这才是匪。你竟敢杀了老二！几乎是同时，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朝着沈三冲了过来。沈三早有防备，把手中的大刀横在身前，挡住了刺过来的匕首。紧接着在三当家的膝盖上用力一踹，三当家围着膝盖倒了下去。你这把匕首倒是不错。沈三把地上的匕首捡了起来，朝着在一边的二当家走去。听说大当家的喜欢吃人心，这个当做见面礼了。沈三一边说着，一刀插了下去，匕首在胸口的位置转了一圈，用力一拳倒下去。当手伸出来的时候，多了一个血淋淋的东西，朝着上面的女土匪扔了过去。周围一些胆子小的山匪被沈三的这一手直接吓得浑身瘫软，倒在地上。女土匪对眼前场景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他已经是我的男人，不管自己承不承认，这都是事实，一个操蛋的事实。说你蠢，你还真是没令人失望。你也不想想，那伏牛山的人进来是通过后山的路，我一个外人又如何得知？大当家的这件事情说起来，老二身上确实有不少疑点，我倒是觉得四当家的杀得好。这个麻子脸就是一副看热闹的表情，现在见到老二死了，直接倒戈到了沈三这边。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自己站出来，不然等我自己找出来，后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一会，30-40个山匪哆哆嗦嗦地跪到了沈三的面前。四当家的饶命，是二当家的让我们提前从山下上来的，是二当家的让我盯着大当家这边的动静，是二当家拦着不让我们跟伏牛山的人交手的，四当家的饶命了。对于山匪来说，你客气，他们以为你软弱可欺；你讲理，他们把你当成傻子。要想镇住他们，就要比他们更狠、更恶才行。从今以后，你们归到我手下，要是敢有任何一些，我不介意把你们的心也掏出来下酒，再杀下去。青龙寨里面就没人了，自己可就真的成了卧底。大当家的伏牛山的人马又来了，此时正在山下叫。伏牛山的人马又来了，
还真是不怕死。老三，你怎么样？还能不能再战？女土匪经过昨天一晚上的休息，被撕裂的部位多少有一些恢复了，强撑的还可以勉强一战。刚才沈三这一招是综合格斗术里面的扫腿踢膝，要是在鞋上做点手脚，更是可以直接把膝盖关节给废掉。沈三，你跟我下去。下去干什么？他们摆明了不敢上来，所以才会在山下摆开阵势，引诱我们下去对阵。说不定早就埋伏好了，放弃我们自己的地形优势。你是傻逼吗？听了沈三的话，女山匪也是一愣，不得不说，沈三说的确实有道理。谁说有人叫阵就必须要下去的？说的有点道理。我们凭借地形，绝对能够让他们有去无回。下面不少人都吃了一惊，在这山寨当中，竟然有人敢不听大当家的命令，而且竟然还骂大当家的。人家都打上门来了，我们连出去都不敢，岂不被人笑话？谁说不打的？胖子这话说的没毛病，人家都打上门来了，真要是不打，可就要被人小瞧了。说不打的是你，现在说要打的也是你，你到底要怎么办？听他们这次来的人数，恐怕整个伏牛山是倾巢出动。我们为什么不能趁机把他们伏牛山的老窝给拿下来？到时候见到老窝被攻，一定会撤退，你们再从山上冲下去，趁机追杀。好计啊，老大，我认为四哥这个主意靠谱。此计倒确实可行。有没有不怕死的弟兄，跟我走一趟？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沈三要做什么，一时之间都不作声。都一个个的愣着干什么？这让别人都以为我们青龙寨都是孬种了。我去，还是算了吧，你这个体型有点。我这也是一口一口吃胖的，我这是壮。四当家的，我们跟你去。这时有几个人站了出来，这些人都是昨天晚上跟着沈三一起杀敌的人。三当家的说的对，我们青龙寨也都不是孬种，这些人就够了，这才有点爷们的样子。把大刀都放下，带转刀，把山寨里面所有的火油全部带上。这把刀暂时先放在你这里，先说好了呀，现在这把刀是我的。女土匪翻了个白眼，这都什么人啊？明明是抢的我的东西，这脸皮也真是没谁了。冲下山以后，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杀掉他们的有生力量，但不要恋战，杀到半路就要回来，不然真杀到伏牛山，估计局面就反过来了。听见没有，胖子？在沈三看来，这女的应该不会太莽撞，倒是这个王莽，这个名字真是没有白起。就这么让他带着兄弟们走了。老三，我知道你对沈三有意见，但现在大敌当前，老大，你也不能仗着这沈三是你姘头，你就这么维护他吧。你再给我说一遍，看我不撕烂你的嘴。不，老大，沈三就带这么几个人去，该不会说大话吧？只带10几个人就想去拿下伏牛山，这个新来的老四，属实是有点拖大了。行了，既然都已经去了，想再多也没有用。他们该不会不敢下来了吧？我们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叫山门，他们必须要出来应战，这是规矩。不要轻举妄动，只要他们敢下来，就留下他们。四当家的，这里有2条路可以上到伏牛山，一条是车架子路，一条是上山的小路，我们走哪一条？哪条也不走，他们在山路上肯定埋伏着人，走哪都能被发现。我看这里山林浓密，但坡度倒不是很陡峭，我们从林子当中穿进去，我带路。沈三前世的最近几年一直在边境附近执行任务，钻林子是常规操作，眼前的这种小山林，沈三根本不放在眼里。而他身后的山匪们本来听到沈三的话还有些好笑，他们可是山匪，经常在山林里转悠的，还需要你来带路。结果没想到刚走了没几步，就开始跟沈三拉开了距离。就算他们咬着牙拼尽全力的跟着，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沈三速度飞快的在林子当中行进着，跟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四当家的，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这个围墙也不矮啊，爬进去的话不太好爬。爬进去的话倒是没有必要，还真是小看了这个伏牛山的情况，没想到这么大，就算拿下这个山寨，凭我们10几个人也根本守不住，绕到后面房子那边去，把火油扔上去。沈三一声令下，先进去的几个人立刻把手上带出来的火油给点灯了，在火油的助力下，瞬间就燃烧了起来。而且因为刚才场口扔火油的时候，还有不少火油淋了出来，沈三他们附近也着了起来。把这片林子也给点了，赶紧溜！他们把拉拉秧又叫飞人草全部拉到马路上，每人还忍着疼痛躲成一个大圆球，然后迅速躲进旁边的草丛里。不一会，10几个人正骑着马飞快地朝着冲了过来，还不等反应过来，就被一团东西给罩住了，想要撕扯下来，却疼得要命，就连骑着的马匹也因为马蹄子上被缠住了这种东西。前面的几匹马摔倒在地，后面的马匹虽然没有摔倒，
但上面的人也都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紧接着，旁边冲出来的10几人便拿着刀窜了上来，手起刀落，然后拖着尸体扔进了两侧的山林里面，翻身上马，朝着远处跑去。跟着你打仗简直太过瘾了，以后我猴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对了，沈家村怎么走？四当家的，我们不直接回山寨啊？正好可以来个两面夹击。加个屁！现在这伏牛山都着了起来，这么大的火势和黑烟，他们一定也能够看见。我们要是回去的话，正好跟他们撞上，这不叫两面夹击，这叫送死。此时的青龙山脚底下，伏牛山的人都已经快战麻了，但就是不见青龙寨的人下来。管他什么地形不地形，有我在，一定能打进去。王八，你就亲自带领200个弟兄上去看看。天哪，你快看！正在这时，一个伏牛山的山匪指着远处的方向，对着阁里吆喝道。众人顺着方向看去，竟然发现伏牛山的方向传来了滚滚浓烟。老大，那是我们伏牛山的方向啊，该不会是我们山寨着火了吧？不能吧？山寨里面还有那么多人，怎么可能被人打上去？难道是官府的官兵趁我们伏牛山空虚，趁机攻打我们？阁里一听，眼前一黑，摇摇晃晃的差点摔倒。自己带人来攻打别人的老窝，没想到自己的老窝竟被偷了家。所有人赶紧给我掉头回去！阁里气得眼珠子都绿了，当即带着众人朝伏牛山的方向跑去。老大，我们快别等了，那个沈三一定是吹牛，我们青龙寨的脸算是丢尽了。大当家的，伏牛山的人跑了。哎，他真的做到了，带人冲下去追杀他们落在后面的人。妈的，竟然是真的！兄弟们，跟我冲！伏牛山的人在撤退的时候本就慌乱，再加上阁里心急如焚，带着骑兵飞快地跑了。后面这些没有骑马的山匪们也就没有了什么章法。王莽带着人一通打杀，伏牛山的人又无心恋战，兵败如山倒，只见自己兵马手上两条腿，哪里还顾得上反抗？被王莽他们一路追杀，竟然砍翻了100多人。伏牛山的孙子们，给我听好了，再敢到我们青龙山附近瞎晃悠，当心你们的小命！三少爷，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你被山匪给劫去了？哎，三少爷，你不能就这么进去。滚开！你竟然没死，看来你很希望我死啊！眼前这个人虽然是自己名义上的老爹，但不管是从眼神当中，还是说出的话里面，都透露着浓浓的厌恶。你不是被山匪给抓走了吗？还敢带着山匪回来，你什么意思？我尼玛！妈的，你个老东西，竟然敢这么跟我们四当家的说话，我看你是活腻了。四当家的，你竟然当了山匪，简直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我要把你逐出沈家！你以为我很稀罕这个沈家少爷的身份吗？我来这里是为了别的事情。少爷，你怎么才回来啊？夫人她怎么回事？自从少爷被山匪抓去了以后，夫人就哭着找老爷拿银子上山救你。可是老爷他……红袖怯生生地看了沈老爷一眼，没敢说下去。夫人哭了一夜，眼睛都哭瞎了。但是二夫人却说夫人跟少爷是害人精，让人直接把夫人给打死了。死了！沈三一愣，紧接着滔天的怒火从心底里面升腾了起来。好歹也是前身的母亲，对沈三却是极好的，一直在护着沈三。二夫人呢？哟，这野种又回来了，还当了山匪，把他们围起来。老爷，我已经让人去报官了，只要围住他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给我把他们包围起来！这个孽种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四当家的怎么办？怎么办？杀！沈三当即暴怒而起，朝着二夫人的方向杀了过去。就算眼前冲上了几个人想要拦住沈三，但沈三手中的匕首上下飞舞，伴随着一道道寒光，眼前的壮丁一个个倒下。而猴子他们一见沈三动手，也嗷嗷叫着朝周围的众兵扑了过去。没一会，沈三便几个低位跑动，来到了二夫人的面前，一把匕首抵在了她的脖颈处。你要干什么，老爷？二夫人话还没说完，被沈三一刀，血液喷起几丈高，周围的人瞬间吓傻了。他没想到，之前那个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胆小如鼠的老三，竟然敢当着他的面杀了二夫人。沈老爷一口血喷了出来，晕了过去。猴子，带人去后面把能带走的全部装车带走，谁敢拦着，直接杀了。是。至于你，沈三拿着血淋淋的匕首，朝着昏迷的沈老爷走去。对于沈三来说，既然要杀，就要斩草除根。三少爷，不能了，这是你爹，你不能杀他的，是会遭天谴的。沈三认了出来，这位是沈府里面的管家，之前倒是对他很照顾。而且，三少爷，你们赶紧走吧，二夫人已经报官了，官军一会就来了。从今天开始，我跟沈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下次再犯到我的头上，不管是谁，我照样杀。等到他们出村的时候，沈家大院那边就起了熊熊大火。
是刚才猴子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在里面放的。母亲的去世，父亲的断绝关系，本就是来到这世界的一缕幽魂，现在却又无依无靠了起来。天下之大，却无以为家。猴子，你是怎么当上山匪的？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这官府比地主老财还狠，官府加征粮税，本来口粮就不够，他们这一加税，我们就得饿死。这年头，山匪也不好当，官府抓我们不说，其他山头的山匪还要想着对付我们。有点意思。你呢？那财主家的少爷太不是东西，不把我们当人看也就罢了，那刘老汉的闺女才那么点就下手，实在是看不惯，我就直接杀了，连夜跑了。沈三这一圈问下来，大部分都是被逼无奈的。想想也是，山匪本来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计，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现在自己不也是一样，没地方去，不当山匪又能干什么？上山为匪，做大做强。美女脱去衣服在床上趴着，飞快解了身前度都藏进了枕头底下。男子用布卷着匕首，把尖端放在烛火上烤着，一直到匕首变得通红。来到身前，把被子的一角卷了起来，塞进美女的嘴里，拿着匕首便朝伤口拔了拔。美女浑身猛地一颤，身体紧接着僵硬起来，两个小拳头紧紧地抓着被子，牙齿更是死死地咬着被子的一角。很快便处理完了后背的那处伤口，美女已经浑身香汗淋漓，颤抖不已地瘫在了床上。挺住，还有一处。男子拿着通红的匕首，朝着另外一处伤口挑了过去。美女在这一挑之下，猛地扬起了身子，张大着嘴巴，但却疼得叫不出声来。男子见状，也顾不得什么，拿着的匕首飞快地处理。美女疼的一口咬在了男子的手臂上，在剧烈的疼痛下晕了过去。这个药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么是之前老二故意针对他，要么就是买药的人被骗了。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混蛋！从今天开始，我是青龙寨大当家的，她是我的女人。恭喜大当家的，贺喜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威武，大当家的牛逼啊！大当家的，沈家节的东西都安排完了，粮食已经运进了粮仓，从沈家带来的银子，弟兄们也都分了，这是大当家您的那一份。沈三也没推辞，从里面摸出来几块银子，扔给了王莽。山下守着的弟兄们辛苦，把这些银子给他们送下去，告诉他们给我瞪大了眼睛，别让人趁着天黑摸上来。大当家的意思是把银子送下去，告诉他们几个这是大当家赏的。给我来一碗酒。沈三也没含糊，举起碗来直接干了。好酒量，这是粮食酿造的米酒，甜中带香，口感清冽，只是度数太低了。沈三感觉跟啤酒的度数差不多。看这个意思，大当家的也是海量啊！今天我得跟大当家的比试比试。本来在武艺上，他知道自己比不过沈三，但在酒量上，王莽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来，比就比。沈三倒还真有点渴了，刚才在屋里面就想喝点水，也没喝到。看见这些酒也不客气，直接端起碗来，咣咣咣的干了3碗。王莽一看也不含糊，跟着喝了起来。大当家的，咱缓缓，还能老是白嘴喝？是不是怂了？起来继续。好，大当家的厉害。身袋里面一共剩下没多少酒，按照你们这个喝法，1晚上就喝没了。对，不能再喝了，今天就这些酒了，留着以后再喝。现在还远不是让他们喝多的时候，万一被人逮出来，这些人都喝多了，可就真是等死了。沈三这才拎着那包银子，带着一大块提前流出来的烤羊腿，朝着山寨后面走去。你对女人一直都这么霸道吗？说起来，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你叫什么名？林秋君。要想让我跟你也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条件？你的意思是交换？只要你帮我杀了郡守，我这辈子就是你的女人。你想对我做什么，我都依你。杀郡守？你敢不敢？激将法对我不管用的，我做事向来不受别人约束。我要是杀他，是因为我想杀他，而不是因为别人。至于我敢不敢，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沈三轻轻地抚摸着林秋君修长的美腿，虽然穿着衣裙，也能感受到双腿的纤细和苗条。沈三轻轻把林秋君的鞋子脱了下来，一个翻身，把林秋君扑倒在了床上。林秋君轻叹了一口气，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谁知意料当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反而感觉有人把被子盖在了自己的身上。记住了，你已经是我的女人，而不是我杀了郡守，你才是我的女人。从今天开始，你的事情便是我的事情，好好休息吧。林秋君愣住了。紧接着，一行泪水从林秋君的脸上滑落下来。你那个地方还疼吗？之前听人说，女人那个什么的时候是很舒服的，舒服个屁！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舒服？
明明疼得要死。你吧，就是太累了，没必要一直这么紧绷着。那天都打呼噜了，这是长时间没休息好导致的。刚来的时候害怕山匪半夜对付自己，都是睡在床下的。上次被沈三折腾完以后，实在是太累了。你说谁打呼噜？当即羞恼地把手中的羊腿抡了过去。以后这就是家法。沈三笑着走了出去，留下林秋君愣在那里，小屁股上一片火辣辣的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又羞又恼又气又恨，又没有办法。大当家的，现在山寨里面有个米粮一类的，一共7000余斤，其他肉类100斤，弓47把，箭数100支，环手大刀107把，粗木棍70多根，马匹36匹，马车4架。这特么是真穷啊！老三，你负责山寨当中的人马安排。老六，你负责山寨当中的后勤和物资。大当家的我呢？你这个油嘴滑舌的本领，有个地方很适合你。你去县府里面怎么样？去县府？大当家的，你别拿我开玩笑，我害怕。我问你，县府的人知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不知道啊，我们可没敢去县府里面过。那其他的山匪头子认不认识你？不认识吧？打听一下县府里面有没有可以接手的产业，小酒馆啊、客栈啊、青楼啊什么的都可以。从今以后，你就当个二掌柜，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顺便给我们青龙寨赚银子。大当家的，你放心，你就交给我吧，我一定给你搞起来。胖子，把那些树和杂草全部砍了，粗一点的给我带到山寨里面来。另外，在砍完树的地方都埋伏上陷阱。老六，现在的粮仓我去看了，太危险了，想办法转移到地下去，里面全部撒上草木灰，派人专门轮班守在那里。我现在就去安排。不急，我看这个节气该准备点过冬的东西了。现在抢粮食不像我们之前一样了，过路的人也少，而且村子里面他们也都组织了起来。最近的情况确实不宜下山，你去把山寨里面当过猎户的兄弟们让他们去山寨里面再找3个人，最好是先从那些会射箭的兄弟们里面找，找到以后分头伪装成猎户，带着他们进山打猎。哦，是大当家的。对了，老六，之前山寨里面兄弟们疗伤的药是谁去买的？药是我下山的时候让人去买的，怎么的大当家的？等有时间再多准备一点。沈三看着走出去的老六，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头。想成功先发疯，拼一次富3代，拼的一身剐，别把皇帝丢下马。开练。胖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从小啊，你是不知道我家从小拿着这么粗的棍子，上来就是一棍子，练了这么多年，就这个水平。老大，你这么说我就不服气了。你之前给我打的时候，完全是趁我没有防备。胖子，你是不是一直对我当老大不服？哪能呢？我只不过……你要是能伤得了我，这个青龙寨的老大，我就让给你了。谁发挥，谁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你们说大当家的能不能赢啊？我觉得够呛。我看3当家的啊，撑不住5招。莽莽拿着大刀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沈三的破绽，直接举刀朝着沈三头上砍去。就在莽莽快要到沈三眼前的时候，沈三动了，大踏步迈出，双手将手中的木棍迅速朝前面一刺，径直打在了莽莽的腋下。莽莽一声哀嚎，连连后退了3步，手中的刀也脱手飞了出去。紧接着，沈三借助前次的惯性，快速来到王莽身后，抡起棍子，狠狠地朝着王莽的屁股上打了过去。随着王莽的又一声哀嚎，一只手捂着腋下，一只手捂着屁股，倒在了地下。大当家牛逼啊！这他妈一招都不算啊！起来，问题不大吧？你这也太厉害了，我他妈算是服了你了。喝酒喝不过你，打仗打不过你，从今以后刀山火海，在所不辞。我教你们一套步法和刀法，结合着来练，看好了。沈三一边说着，一边在地上竖了几根木棍，来了一个蛇形折返跑，为了提高身体的速度。格挡、散拨、直刺，虽然简单，但却包含着无数人的智慧和教练。这是部队里面的基础体能训练项目。所有人看着沈三的动作，很是纳闷，就这样能打仗？这块银子，每天举着刀完成这个训练，用时最少的兄弟，赏给他了。对于山匪来说，不需要太多别的激励手段，用银子是最有用的。这块银子是我的了。放屁！我先来，都给我看好了。就这么简单的跑几趟，这能有什么用？你再给我这么多废话，我就把你削成一片片的扔到山里喂狼。是。经过了上次的那场大火以后，整个伏牛山元气大伤。每次看到周围这黑秃的一片，葛里就气得胸口疼。大当家的，直接下山抢了几个村子，粮食问题总算暂时解决了。我们该想想办法对青龙寨复仇了。我带几个弟兄去，一定也让他们青龙山变成一片火海。老二，这一次就由你亲自带人去，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你们就动手。
大当家的，上次他们没敢下山，这次要是着火的话，他们一定会从山上下来。我带人堵住他们，一定能够赶尽杀绝。在火势没有逼他们下来之前，万万不可提前上山。青龙寨地势险峻，强攻很难占到便宜。大当家的放心。好了，正好草药也用完了，看着恢复的情况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的灵丘军对于沈三的动作，虽然还是会娇羞不已，但也不再阻拦。好了，先别乱动，我有正经事跟你说。怎么了？我看他们训练消耗的粮草比之前多了不少，我带人去山下再抢一点粮食回来吧。一直被沈三养着，也不是灵丘军的性格能够忍受的。不急，现在我们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近也不是下山的好时候，伏牛山吃了那么大的亏，一定会想办法来报复他。前一段时间，伏牛山招兵买马，听说吸纳了不少人，说不定里面有什么高手。那倒是有意思了。你说，就像你的话，最怕什么？弓箭的话最是难对付，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嘿嘿，多谢娘子了，看来你这个贤内助还是有点用的。哼，什么娘子？谁是你娘子？怎么下床就不认人了？趴好了。你要做什么？你现在的伤，用别的姿势也不方便。你干什么？快放开我！现在还是白天。派几个人往前面去盯着点，一旦开始起火，立刻回来报告。伏牛山的人兵分两路，由二当家的带着几个人，已经悄悄前往青龙山里面了。他们准备趁着夜色放火，结果王霸他们左等右等，就是没见动静。怎么回事？带几个人，别拿锅巴，悄悄前往青龙山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几个人点了点头，快速朝着青龙山的方向跑去。又过了很长时间，不仅二当家的那边没有任何动静，就连派去的那几个人也没有回来。马德，到底怎么回事？人呢？所有人都把锅巴熄了，跟我悄悄去青龙山。我就不信这个邪。从这周围的情况来看，根本就没有任何埋伏的迹象，而且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是有埋伏，也不能这么悄无声息的就干掉了。你们几个往上面去看看。混账东西，就怕人家听不见动静是吧？鬼叫个什么？不一会，一个伏牛山的山匪拖着一条腿，浑身是血的爬了回来。怎么回事？统领，前面林子里面有陷阱，兄弟们掉下去都被插死了。我是走在后面，好不容易才爬出来的，恐怕二当家的他们也死在里面了。陷阱？他妈的，只会搞这些害人的东西，算他们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堂堂正正的打一场！所有人随我上山，今天必须要踏平青龙寨，给二当家的报仇。男子在地里掏出一个20米小坑，然后拿来10根6米长的竹子，并把竹子两头做成尖头，接着将竹子全部插入小坑底部，之后用树枝盖住坑口，并在上面铺上枯草和尘土。就这样的陷阱，沈三令人足足挖了200多个，分布在青龙寨上山的路上。伏牛山的土匪第一批上来的全部死在这上面。沈三刚刚结束屋里的战斗，就听见下面传来一阵吆喝声。怎么回事？大当家的，应该是山下面来人了，误入了我们的陷阱。看来一定是伏牛山的人按捺不住了。我们下去打吧，他们伏牛山的人还是不长记性，长没长脑子？就你们大刀队练了，弓箭手没练。弓箭手带着你的人到山路周围的山林里面，那些提前标注好的地方，分散躲藏埋伏。胖子，招呼兄弟们把滚木、石头还有拉拉秧都搬过来。我们还是直接杀下去吧，兄弟们练刀练枪的都已经手痒了。莽莽的话说到一半，看见沈三的眼神，当即闭了嘴。都他妈愣着干什么？大当家的话没听见吗？赶紧搬东西。之前顶嘴顶习惯了，一时之间没改过来，大当家的我不会有下次了。胖子，让人把山寨里面所有的火全部熄了。又过了好一会，一队人马举着火把冲了上来，差不多有20几个骑着马的山匪，为首的一人身材很是魁梧，一马当先。大当家的，现在早不早？不急，上面这么漆黑一片，竟然没有察觉到一丝古怪，不知道是没脑子还是过于自信。胖子，让兄弟们把拉拉秧拿起来，听我命令。就在这队人马即将冲上来的时候，沈三一声令下，几乎瞬间冲到眼前的这些人就被拉拉秧给包围了。这拉拉秧不管是粘到人的身上还是马匹的身上，都会挂在上面。冲在前面的那10几个人瞬间中招，纷纷从马上滚落下来。而那10几匹冲到山寨门口的马匹，并没有因为骑马的人落马而停下来。沈三他们连忙让开了一条路，把马放进来。这个时候的马匹可是重要的资源，这一下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0几匹马，莽莽的腮帮子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这群棒槌，没想到这种拉拉秧这么好用，之前怎么没发现？大当家的实在太有才了。不过，虽然拉拉秧有些作用，但几乎没有任何的杀伤力。很快，山路上那些伏牛山的人马再一次气急败坏地冲了上来，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从四面八方就射过来了无数的弓箭。在这一瞬间，前面的倒下了一片，本来周围的山林就是黑乎乎的。伏牛山队伍当中的这些火把，让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几轮弓箭过去以后，除了那些举着火把的山匪一个个站立以外，周围倒下了一片，而王霸也没跑了，虽然火大棒在周身挥舞着，但肩膀上还是中了一箭，疼得哇哇大叫。有本事出来单挑，放特么！我操！什么冷箭？老子们是山匪，谁跟你讲江湖道义，是不是有点蠢？之前的时候，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单挑。老大，你这么多人呢，能不能留点面子？都停下！伏牛山的人听好了，谁是你们老大？出来谈一谈。我是。我操！你们不是停了，怎么还有？怎么回事？不是说让你们停手了吗？沈三一边说着，又有不少站起来准备后撤的伏牛山山匪中箭倒地。这个老爹，我真的服了！你们青龙寨玩阴的？都听好了，现在是谈判时间，大家都不要再射箭了。刚站起来，嗖的又是10几个人中箭倒地。没听见我刚才吆喝的吗？你们看看，把前面这个又高又壮的老大都气成什么样子了？沈三是真的快郁闷了，眼前这个老大这么大的目标，你们倒是先朝着这个来呀！王霸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自己身边嗖的几支箭射了过来，连忙翻身躲避，但还是没有完全躲开，手臂跟屁股上面都中了几箭。所有人快撤！胖子，带着你的人马，骑马给我直接冲下去！兄弟们，跟我冲！不对啊，这天都快亮了，怎么那边还没有放起火来？大哥，我感觉出事了。大当家的，他们回来了。谁回来了？怎么没点火啊？是王统领他们，而且弟兄们都……王统领也受伤了。什么？而王霸他们也刚刚回到山寨，葛里一看，直接傻眼了。只见王霸浑身是血，屁股上和肩膀后面还插着几支箭，其余的山匪们也几乎人人挂伤。最重要的是，眼前只有30-40个人。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回来的？大当家的，我们中计了。没想到青龙寨的人竟然在山上埋伏，我们兄弟们都……王霸支支吾吾的在一边说着，一边给自己拔着剑。你个混账东西！老二呢？为什么不见老二回来？被青龙寨的陷阱害死了。老二死了。葛里不敢置信的后退几步，眼前一黑，直接跌倒在地上。我们伏牛山跟青龙寨势不两立，至于你王八，你带着我那么多人下山，竟然只回来。哥，大当家的不好了，县府要攻打我们伏牛山。昨天晚上这一仗比之前打的仗都要过瘾。伏牛山的身上搜来的金银不需要给我，一会给弟兄们分了。谢大当家的。昨天晚上这射箭的拿大刀的都上去了，就我们用长枪的在后面干瞪眼，我们也练了不少，绝对能干掉他们。这个什么急，哪能一下子就把底牌全部亮出去？弓箭手是远程偷袭，大刀队是突击追杀，你们长枪队可是对阵的主要力量，到时候可别给我掉链子。到时候轮到我们了，我们一定干掉那帮孙子。大当家的，县府出事了，县太爷要出城剿匪，准备先攻打伏牛山。来，边吃边说。听说是一个什么小侯爷带队，刚来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但是昨天晚上从衙门里传出消息来，最近马上要准备出城剿匪。哪来的这么个小侯爷？这位姓郑的小侯爷，应该是正太郑侯爷府上的那位世子。二当家的。虽然现在的林秋君已经是沈三的人了，但众人对于林秋君还是非常畏惧的。是州府里面一位侯爷家的世子，虽然不是嫡出，但颇受侯爷喜爱。这一次来到中乡县，恐怕也是为了功勋而来。那如此说来，这一次他们伏牛山在劫难逃了，到时候岂不是我们的机会？拿下伏牛山，我们青龙寨就是这附近的大山寨了。等我们拿下伏牛山，我看谁还敢小瞧我们青龙寨。干自然是要干的，不过我们这次不是要干伏牛山，而是要帮着伏牛山打一把官兵。他令人收集5吨枯树叶，随后全部掩藏4个子，接着收集到布袋里，之后来到山谷出风口，随即将枯树叶抛洒出去，然后借着风势飞出去。紧接着行进当中的人马突然感觉眼睛里面好像进了什么东西，突然山谷一侧出现人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不少人就纷纷中箭倒地，剩下的人连忙揉着眼睛四处躲避，但山谷底下并没有什么可以挡着的地方，只能尽可能躲在一边的山崖下面。而小侯爷也被一群人护着，朝着一侧躲了过去。小侯爷又怒又急，没想到自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还派出了人马进行探查，竟然还是中招了。到底还是小看了这些山匪。赵大，给我带人攻上去。一名壮汉对着小侯爷点了点头，带着百10人朝着山谷一侧冲了上去。正当小侯爷定睛看着的时候，却听见山谷一侧传来一声大吼。紧接着，在山谷的另外一侧，竟然又站出来了数10人，张弓搭箭对着正在一侧爬山的众人射了过去。
那些士兵光顾着躲避头顶上的弓箭，至于后背这边根本就没有防备。再加上山谷两侧的距离不远，而沈三的手下又瞄准了半天，这百十人大部分纷纷中箭，从山谷一侧滚落了下来。这群山匪竟然还会分批次攻击，这样一来的效果，甚至比一开始就全部涌出来还要好。妈的，这是高手！快让所有人撤！小侯爷大声吆喝着，被众人护着，朝山谷外面退了出去。什么官军，我照样不是爷爷们的对手，我带人再追杀一阵吧。追个屁！赶紧让兄弟们下去捡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部捡着，赶紧跟我跑！大当家的，我们帮着伏牛山的人打官兵。是啊，大当家的，我们现在跟伏牛山可是死仇了。我问你们，就现在官府的势力，要是来攻打我们青龙寨的话，会怎么样？上次他们来了110个人，就凭着盾牌差点攻进来，现在可是1000多人，真要是攻打我们青龙寨，我估计也危险。如果他们把伏牛山打了下来，那在这一片，恐怕下一个就是我们青龙寨了。现在我们青龙寨刚刚起步，还不到硬拼的时候。大当家，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走小路？官军全部从官道上走的话，或许他们伏牛山还有一战之力。但如果他们兵分两路，一队人马从官道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外一队人马从小路绕到他们后面，同时发动攻击的话，那伏牛山就完了。所以我们的人马去这处山谷埋伏，冒充他们伏牛山的人。这几天，沈三从林秋君那里了解到，这个郑侯爷可了不得，在之前的时候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这才封官进爵。后来虽然被奸人陷害，远离了朝堂，但在这齐州也算是响当当的1号人物。郑侯爷本来身份就显赫，再加上为人豪爽大气、仗义疏财，平日里面也多结交英雄豪杰，在他们这齐州颇受人敬重。而这位庶出的小侯爷，从小天资聪慧，武艺高强，行事为人跟郑侯爷颇为相像，倒也很受郑侯爷器重。其他嫡出的公子看重的是高位爵禄，偏偏这个小侯爷从小喜爱舞枪弄棒，最想成为像郑侯爷一样的将军。沈三对于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小觑，如果也跟巡城衙役一样只会正面佯攻，恐怕这个侯爷的水分未免也太高了一些。像林秋君那么骄傲的人，定然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沈三料定他们一定会从这里走。大当家的，我算是服了你了，料事如神啊！大当家的，官军撤兵了，那伏牛山的人竟然还从山上冲了下来，杀退了冲上去的官军。现在官军已经狼狈地逃回去了，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一有消息立马回来报告。要不趁机把伏牛山打下来？官军吃了这么大的亏，丢了这么大的脸面，下一步准备报复伏牛山的时候，发现伏牛山被我们消灭了，他们对我们青龙寨表示感谢。这个先把装备升级，我们的弓箭也好，还是长枪也好，全部想办法加上铁头。大当家的，我们不会打铁啊，下山去抢啊！山匪是怎么当的，还用我教？妈呀，之前光顾着抢东西了，都忘了还能抢人，这次可以顺道下山抢几个娘们回来了。老三再敢胡说八道，老娘撕烂你这张嘴！山匪本来抢回几个女人很正常，因为林秋君当了老大，这山上的兄弟们便从此断了荤腥。既然老五在县府里面找产业，倒不如干脆开一间青楼算了，来钱快，消息来源也多，而且兄弟们没事了也能去放松一下。看来这县府还真是要找时间去看看。走吧，陪我下山一趟。下山去哪？中乡县县府。林秋君罕见地换了一身女儿装，一袭粉衣，冷峻端庄之中透露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娇媚。当沈三看见林秋君这一身装扮的时候，眼睛都直了。为什么中乡县附近山匪这么多？中乡县县令不务正业，终日游手好闲，才导致山匪越来越多。那按照你这么说，这个县太爷干成这个鸟样，还能继续当县令，上面就没有人管？六乡郡郡守陈洪是他亲哥哥，不然凭借县太爷这般脓包，怎么可能会在这中乡县当县令？不对呀，这县令虽然官职很小，但不应该都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吗？那是以前，现在的皇上听说连早朝都很长时间没上了。天下大乱之前，往往都会这样。这世道乱了，对我们来说倒是好了。怎么了？前面树旁坐着的那人，就是上次伏牛山带队上来夜袭的那人，只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如此的狼狈？伏牛山的人，难道说他们也想打县府的主意？林秋君也有些纳闷，能单独带一队人马出来的话，应该在伏牛山也有着响当当的名号才是，怎么现在是这副样子？走，过去看看。李教官在权贵府上与小妾私通，丈夫带人破门捉奸，不料他奋起反抗，厮杀出去，但一路被官兵追杀，受了重伤。偶然遇到山匪所救，为了表现自己作用，带200多人夜袭青龙山，反而被沈三偷袭，损失了100多人马，自己也身中数箭。而山匪头子还没来得及收拾他，就收到了县府要对伏牛山用兵的消息。本来还指望着他能够戴罪立功，却硬生生的在床上躺了几天。
跟官军对阵的时候，只是挥刀瞎吆喝了一阵，山匪头子彻底忍受不了了，当即让他卷着铺盖滚蛋，走投无路之下，便想着拦路抢劫。就在这时，来了2个年轻人，身上的这个包袱鼓鼓囊囊的，而且后面跟着娇滴滴的美人，想着先快活一番，然后拿钱跑路。兄弟，想去县府里面买些东西，这县府怎么走？在下也正要去县府，不妨一路，且随我到后面把行李取了。王爸一边对着沈三说着，一边不由分说的拉着沈三朝里面走去。真正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不一会，王爸鼻青脸肿的跟着沈三从树林里面走了出来。你刚才说的要是有半句假话，后果你自己想。不带你这么玩人的啊，大哥！你要是早说你是谁，就算打死我，我也不敢对你下手啊。没事，一会进县府以后，你就可以去报官。我王爸这辈子在拳脚上没服过几个人，您算头一个。王爸，夫人是霸气的那个霸，不是河里那玩意儿。他正好要去县府里面投靠他妹妹，有处酒楼，我们也暂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找老五他们，不妨一起去那里落落脚。大当家的，奇怪了，叫三爷，之前明明在这里啊，怎么没了？我去打听打听。三爷说是换地方了。富贵酒楼怎么这么大了？是大舅哥，来来来，快里面坐。来县府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哎呀，妹夫，这几天不见，你这是富贵了，真是没叫错了名字。坐坐坐，细狗，好酒好菜的上来。没想到王爸还有个这么有钱的妹夫，那还用得着去当山匪？妹夫，上次来的时候你还是一间小酒馆，怎么就换成这么一间大酒楼了？我妹妹向来可好？这多亏了有贵人相助，这才做到现在。至于连他最近偶感风寒，身体多有不适，现在早早歇息了。王爸也不客气，大大咧咧的张罗着沈三跟林秋君吃着。沈三刚要动筷子，却发现小二拿着木板已经开始封门了。这晚上都不做生意了。三爷你有所不知，县府里面晚上有宵禁。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暂住一晚吧。那边给我多淋点火油，我大舅哥可厉害着呢，一定把门堵死了。沈三透过门缝看着赵富贵正带着2个伙计搬着一些柴草放在房子的周围，竟然要放火！明明之前的时候那么热情，怎么转眼就要下死手？沈三皱了皱眉头，要是等到火着起来，恐怕瞬间门口就被堵住了，再想冲出去就不太好办了。看着外面的2人正要点火，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那2个伙计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被沈三用匕首瞬间割喉。在另外一边的赵富贵更是没有料到，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沈三一脚踹倒在地。紧接着林秋君也从屋里面跑了出来，看住他，敢出声直接宰了他！起来！三爷，你怎么进来了？我要不进来，你就成烧鸡了。跟我出来！三爷，这是怎么回事？问你妹夫吧，这是他搞出来的，你要害我？怎么回事？我妹妹呢？到屋里面去吧，先把事情搞清楚。大舅哥，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县太爷家的公子看上了连连，我这不就……原来这个县太爷的公子最是喜欢人妻，而且最好是2口子感情深厚的那种。他告诉赵富贵，县太爷府里面需要很多的酒，让赵富贵立刻送过去。赵富贵便嬉笑眉开的跟着几个衙役去了，临走之前还不忘了叮嘱王爱莲好好伺候县太爷的公子。结果等他走后，把门一关，衣服一脱，强制性的好好被伺候了一番。当赵富贵回来的时候，战斗还没有结束，听见屋里面传来的阵阵时而高亢声音。这县太爷的公子经过了青楼红关的各方历练，在这方面的功夫上自然不是赵富贵能够比拟的。赵富贵进去一看，王爱莲被折腾的只剩下一口气了，叹了口气，也只能接受了这个现实。后来也就不管了，甚至到了后面，县太爷公子把赵富贵叫进去现场观看以后，王爱莲再也承受不住，当天晚上就上吊自缢了。之后，县太爷公子给了王富贵一大笔银子，用从县太爷公子得来的钱置办了这么一处酒楼。连连死了。简直枉为男人，竟然拱手把自己的妻子送给别人玩弄，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三爷，借刀一用。沈三把手里的匕首递了过去，王爸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直接对着赵富贵的胸口插了上去。今天晚上多亏了三爷，我欠您一条命，下辈子我一定还给你。你是要去杀了县太爷的公子？我妹妹屈辱致死，这姓赵的死有余辜。你现在只有1人，身上还有伤，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豁出命去，也一定能杀掉他。你要是信我，给我几天时间，我帮你想办法。只要能让我亲手杀了那孙子，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刚才这里动静不小，估计前面的人也都醒了过来。前面酒楼里面的人也都醒了过来，纷纷讨论着后院里面传来的声音。今天把你们叫起来，是因为你们掌柜的突然得病暴毙了，临死之前把这富贵酒楼给了我。三爷，从哪冒出来的三爷？就算得病了，是不是也得让我们看看啊？你又是什么人？正好需要杀鸡儆猴，这鸡就迫不及待的自己跳出来。倒也省事了。我叫赵虎，
是这个富贵酒楼的管家。这富贵酒楼大掌柜也是我的，就算他死了，恐怕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当了。王八，拿下他！在一边的王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上去一拳。你们几个在树下挖个坑！几个伙计哪里还敢多话，当即拿来锄头哼哧哼哧刨了起来。王八，活埋了他！王八拎着赵虎的一只脚，直接扔进了深坑里面，开始埋起了土。不听话的，或者有什么异心的，这就是下场。秋君，把那包银子拿出来。你叫细狗。是大掌柜的。以后你们在这里的工钱全部翻倍，踏踏实实的在这里干。细狗有些不敢置信的接了过来，看着眼前的沈三，似乎也没有那么凶神恶煞。好了，都散了吧，天都快要亮了。沈三，我总觉得你做事未免太过狠辣了一些。你是说我刚才杀了那3人，又杀了赵虎的事情吧？你二话不说直接杀人，别说是他们这些寻常百姓了，就算是我也觉得有些过于嗜杀了。我能看出来，自从你不当青龙寨的老大以来，开始慢慢的往一个方向去变化，这或许才是你最真实的样子。你要记住，我们是匪，圣母心是要害死我们的。我明白了，到底还是我过于优柔寡断了。这县府这么大，我们去什么地方找老五他们？至于老五他们，我知道在哪，那种地方你去也不合适。什么地方？有危险吗？对，那可是很危险的。都说青楼女子如虎狼。青楼掌柜的，蛋呢？来了，早就已经备好了。太冷了，拿点酒来暖暖身子。沈三满脸震惊的看着，这是收保护费的。掌柜的，再来坛酒。掌柜的，那些是什么人？忠义帮的人，嘿，一群无赖。忠义帮？坏了，忘了上面有人还没走了。马德，你竟然敢跟我们忠义帮的人动手，你完了，敢不敢留下名号？就你们也配问爷爷我的名号？以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有种的你别走！没想到出来逛逛还能看着热闹，看这个架势，这小侯爷是惹上事了。而小侯爷似乎也注意到了在一边的沈三。此时整个大厅里面所有客人都跑光了，就剩下跟没事人一样的沈三。小侯也迟疑了一下，朝着沈三这边走了过来。一直被衙役打得皮开肉绽，不仅不痛苦喊叫，甚至还给县太爷补了噎。只因衙役入职的时候都会练一门技能，斧头抡起板子重重打在豆腐上，谁知打开一看，袋子里的豆腐毫发无伤。紧接着捕头让袋子里的豆腐换成干草，看似只用的打豆腐1/10的力气，而干草却早已被打成了碎末。这就是衙役们上的第一课，全都是腕底下的功夫。瞎了你们的狗眼，竟然连小侯爷都不认识。小侯爷，您看这是？就这样吧。看着小侯爷离开的背影，县太爷的眼神当中闪过一丝阴馏。他不过是一个世子，什么狗屁小侯爷，还用得着跟他这么客气？剿灭一个伏牛山都能死这么多人，你以为他还能在这里待多久？难道是父亲您的意思？我们这中乡县的山匪可没有那么好剿灭，万一这个小侯爷在这里有什么闪失，原来是这样。等着安安稳稳的把生辰过了，然后再慢慢计划。后天是那张逢春的生辰，咱给他准备点什么贺礼好？这姓张的杨凤因为看到我一肚子火气，还给他送贺礼。怎么了？这是刚才让人打的那20大板，看起来是打的血肉模糊的，但屁大点事都没有。你昨天晚上彻夜未归，去青楼了？我喝了一夜的酒，好不好？对了，何叔，我认识了一个老兄，为人很是洒脱，而且功夫不凡。就他那几招，快准狠，一下一个人，相当厉害。这下您老人家可笑话不着我了吧？我现在也是有志交的了。叫什么名？师出何门？什么官职？家在哪的？这个正太傻眼了，这些东西什么也不知道，当时着急着走，就学着之前自己老爹的样子，很是潇洒的扔了金子是给店家砸坏东西的赔偿，又把随身的玉佩送了出去。我跟你说，这年头的人可都是很会伪装的，说不定是个山匪呢。他要是山匪，我倒利用急急走路给你看。老五突然见到沈三出现在这里，待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怎么这地方三爷我不能来？三爷，您这突然一来，倒是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麻爷的人啊！您看要不要找几个姑娘伺候着？我们三爷是什么人物？三爷，楼上请。爷，还是外面吧。这里面的胭脂味道实在是浓郁，让沈三喘不过气来。老五，看来你在这怡红楼里面过得很滋润啊。从山上带下来的那点银子够吗？那肯定是不够的。不瞒三爷您，兄弟我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会赌。我最近也正在做个套，顺利的话，这一红楼就是我们的了。你的赌术竟然这么高明！之前以为这老五只会溜须拍马，没想到也是个技术人才。对了，三爷，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们这是去哪？昨天刚来的，我还以为你没什么进展，就给你找了一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这里，富贵酒楼，这是三爷您的了。掌柜的。二夫人，该不会青龙寨集体改行了吧？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要是有这处酒楼，那这一红楼早晚是我们的。一红楼老板一直嫌我的筹码太低。你的意思
打算把这富贵酒楼压上。你相信我，要是输了，不用三爷您动手，我自己砍下脑袋来送到你面前。从今以后，你就是这富贵酒楼二掌柜了，该怎么做自己看着办。多谢三爷，你去打听一下最近衙门这边的动静，我们要收拾一下这个县太爷的公子。县太爷的公子，那个叫张球的，他县太爷几个儿子？就这一个，听说也不是个好东西。听说最近正为县太爷的生辰忙活着呢，听说就在后天。好啊，看来正好可以送他一份大礼了。忠义帮是干什么的？你了解多少？就那群混混跟商铺要钱，报官抓了也不管用，马上就放出来了。刚刚收到衙门那边的消息，让我们最晚明天一早把酒送过去。什么酒？送哪去？我们之前掌柜的为了巴结县太爷，早早的就说好了，要给县太爷送一批酒去。但是现在您看这，正愁着没办法接触这位张公子呢。今天晚上我亲自给县太爷送过去。是，掌柜的。秋君，去把王八叫来，然后你收拾收拾，今天就走。你自己先回青龙寨去。三爷来了。你小子耳朵挺尖啊！收拾收拾，晚上我们两人去。掌柜的，不好了，出什么事了？别急，门口有个人好像死在我们门口了，你们快去看看吧。走，去看看。掌柜的，你看这人还没死，只是晕了过去。看这个样子，估计是饿的。老五立马张罗着几个伙计，手忙脚乱地把人抬了进去。王八，到四周去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一碗热乎乎的姜汤灌下去，老头渐渐的有了气息。你是什么人？怎么到我们酒楼里面来了？实不相瞒，在下是刚从大牢里面被放出来的。大牢？每次县太爷生辰的时候，都会把大牢里面关的这些无关紧要的人全部放了。这种大赦天下的情况，应该只在新皇上登基的时候出现。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太爷竟然也玩这种把戏。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抓进去的？说来也是被运，在下之前只是这中乡县的一个大夫，因为给县太爷看病的时候多说了那么一句，就被打入了大牢，关押至今。什么话？就是发现县太爷有些肾虚，让他禁欲10天，自然就调理好了。结果县太爷非说他那段时间日理万机，已经很久都没有进房睡过觉了，而且他夫人也在一边证明。我这位兄弟正好有伤，你能不能给帮着看看？他是想试探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大夫？这是箭伤，问题不大。这种红肿应该是箭头上的木屑所致，是不是感觉一碰就疼？对，你如果要单纯凭借外敷药的话，是弄不出来的。那这应该怎么办？把伤口重新弄开，把里面的木屑给剔出来，还有能忍受这个疼痛倒是也无妨。过上几年自然就没有感觉了。不管哪个办法都挺遭罪啊。老先生怎么称呼？在下方文，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难道您就是那个中乡县有名的方神医？现在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阶下囚罢了。那方神医以后打算去哪？这中乡县算是待不了了，走到哪里行医到哪里，总是能够混口饭。我们家里倒还有一些兄弟受伤，能不能麻烦方神医去帮忙看一下？对，有了酬金，你不管以后想去什么地方，自然也方便一些。西狗，立刻去准备一些饭菜。方神医的身体还比较虚弱，今天不妨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你就带着方神医先回去。那既然这样，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王爸很是吃惊，第一次听说在山匪的山寨里面还有大夫的。王爸，你一会去外面买点迷药回来，咱俩晚上要用。三爷，晚上咱俩去哪？去县府给县太爷准备贺礼啊。干什么的？我们是富贵酒楼的伙计，之前我们掌柜的跟这个县太爷定好了。不错不错，既然这样，就抬进来吧。兄弟们，给县老爷把酒搬进来，都手脚轻着点。这位老哥，敢问公子爷在什么地方？我们给公子准备了这一坛好酒，你们给我吧，我给你们送过去。公子爷可是特意吩咐过，让我们亲自送过去。这个酒嘛，你也知道。行行行，明白你们的意思。在他看来，这沈三之所以要当面送给公子爷，自然是为了当面讨好公子爷，混个脸熟。还没走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阵带着哭腔的叫喊声。少爷现在正在办事，你们先在这等着。沈三看了看四处无人，朝着王爸使了个眼色，两人正准备动手。刘文，你在这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把曼陀罗花晒干，然后碾成粉末。然而这个药效却还是不够，随后加入草乌以及压布卢。曼陀罗花含有东浪荡碱，使人致幻；草乌食用后麻痹神经，这样制作一小点就能迷翻一头老母猪。这个就是沈三弄出来的强力蒙汗药。其实这种蒙汗药也是很好解，少量食用1盆冷水即可，大量食用来1片甘草片或者喝碗绿豆汤。然而沈三把它们混入酒中，又加强一分药性。副总管，他们是给少爷来送酒的。老爷刚才正找你，问你之前从山民手里面采买的东西怎么样了？都已经准备好了，搬到正厅那边去。老爷要跟几位老大人看看，你们2个送完酒以后赶紧离开。这副总管该不会是青龙寨的卧底吧？这真是阎王让你3更死，谁敢留人到5更？县太爷就这一个儿子，会不会连累我们青龙寨？谁说我们是青龙寨的人了？都已经玩过一次了，没想到你这小娘子竟然如此谨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上去给我按住了他！张少爷，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都已经……
谁呀？谁他妈又来打扰老子好事？少爷，这是老爷特意吩咐给你送来的酒，说是对少爷身体好的。老东西送来的，他能有什么好东西？听说喝了可以让少爷您生龙活虎的那种。没想到那老东西还藏着这好东西呢！都来，先喝了酒再办事。大当家的放的量够不够？其实1指甲盖就够了，我哪管那些，就全倒进去了。话音刚落，就听见里面扑通扑通几声。不要出声，王爸，交给你了。王爸来到那3个随从身边，手起刀落，一刀一下解决了，最后才来到这个张公子面前。王爸想着自己妹妹受到的欺辱，一丝犹豫都没有，挥起匕首，狠狠地朝着张公子下面捅了进去。而张公子因为剧痛，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似乎要醒过来一般。王爸一把匕首，寒光血光一阵飞舞，张公子瞬间不再动弹了。好了，该给县太爷准备贺礼了。如果不想死，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着。如果外面有任何人吆喝，你就告诉他少爷已经睡了，吩咐说谁也不让进来。少爷怎么还没出来？听说昨天又抢了一个妇人回来，折腾了一宿，现在估计还没醒。这个混账东西，整天就知道自己完了，都不想着他老子。郑侯爷府，郑太小侯爷亲临，送上金珠100颗。明明是金王八蛋好不好？郑氏钱庄郑掌柜送上百年卧蚕松1株，刘氏布庄刘掌柜送上金寿桃8个，钱世良庄钱掌柜送上翡翠珍珠手串1串，程外阁掌柜送上神秘大礼1份。葛掌柜，没想到今天不仅有小侯爷亲临，又多了一个新掌柜。这位葛掌柜是干什么的？在他看来，这个葛掌柜既然没有写具体送了什么，目的自然是想借着这个时候出来跟众人认识认识。看来这位葛掌柜还是腼腆之人。既然这样，宴会结束以后，不妨到我。张逢春一边说着，一边把礼盒打开了，但话还没说完，当即愣在了那里。离得近的几桌人也都好奇地抬头看着，当看清礼盒当中是什么的时候，纷纷吓得跌倒在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赫然摆在上面。求儿！张逢春一口血喷了出来，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整个院落当中瞬间乱成一团。众人这才看清，原来这个礼盒里面的竟然是县太爷的独子张求的项上人头。所有人都给我站在这里，谁也不许离开，给我把门关起来！敢烧我儿，我要诛你9族！不少人在这个张逢春的眼神下，很是胆怯地低下了头。成，老爷，刚才跟下人打听清楚了，这个喜帖跟礼盒都是几个下人送来，但他们送下以后便直接走了。葛掌柜，该不会是伏牛山的大当家吧？听说不是叫葛礼。你说什么？如果不是伏牛山的葛礼，谁还会跟自己有这么大的仇怨？谁还敢在自己的生辰上对自己的儿子下手？想到这里，一种怨恨的愤怒从心底里面升腾了起来，一脸不善地看着郑泰。你这个废物，我儿子的死都是因你而起。张逢春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哪里还顾得上去细细的思索。何叔，我们走。立刻派人去郡府请兵，让最少军侯以上带领人马前来，我要踏平了伏牛山。把喝酒剩下的陶罐子收集起来，然后在树林里提取松油，外面用浸透的小布片塞着口，再把陶瓷外壳提前敲出一些裂痕。一个简简单单的燃烧瓶就做好了，不仅可以用来对付盾牌，而且还能够引起队伍的混乱。就在这时，官军已经来到山寨门口，他们没想到眼前是一座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巨大山门，跟他们之前在伏牛山见到的山寨完全不一样。村长有些震惊，赶紧组织众人列阵，盾兵在前，弓箭手在后，密切注视着四周的动静，一步一停，朝着山门靠近了过去。随着越来越靠近山寨大门，终于觉察出一丝不对劲来。到现在为止，他们竟然连一个山匪也没有见到。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突然从山寨的山门上朝着他们扔过来了不少圆鼓鼓的东西。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前面盾兵的盾牌已经瞬间着了起来，有几个盾兵也已经变成了火人，嗷嗷叫着扔下盾牌，从上面滚了下来。整个队伍瞬间大乱。紧接着，从山门跟石墙上突然站出来不少人，张弓搭箭朝着下面射着，几乎箭无虚发。随着这一波波箭雨，混乱中不少人倒地，而在人群中间穿着盔甲的屯长也被重点照顾，一张脸几乎被射成了刺猬。他们哪还顾得上多想，纷纷掉头就跑。就在他们狼狈逃窜的时候，突然发现山路的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大队手拿长枪的人，不少士兵下冲的断线，让他们根本停不下脚步，还不等碰到人就被长枪捅成了窟窿，兵败如山倒。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时王莽带着大刀队一路冲进了官兵的队伍中，在后的弓箭手们跟在后面挨个点名。没一会，这山路上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各种尸体，300多人无一生还，全部被干掉。立刻让人打扫战场，受伤的人立刻去找方文，别在这硬撑着。这小玩意儿真是太好用了，之前怎么没发现？就是只能靠手扔，远了就没用了。继续准备，应付下一波进攻。此时的青龙山下面，陆海听着山上传来的厮杀声，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你们几个人上山告诉黄泉，差不多抢掠一番就行了。
眼看着天都快黑了。话音刚落，就看见几十个人浑身是血的相互搀扶着，这些人正是自己派往山上，从侧翼对他们掩护的那队人。君侯，这山林里面全是陷阱，我们几十个弟兄都死在了里面。你们说什么？赶紧再派人上山看看山上的情况，中了埋伏跑不出来，不会高升示警吗？君侯，不好了，我们的人中埋伏了，全军覆没了。你说什么？全死了？墨海如遭雷击，没想到这次竟然真的在这阴沟里面翻了船。想起当时小侯爷正太的话，墨海脸上就青一块红一块的。就地安营扎寨，我要屠了这青龙寨。哼，在山下安营扎寨了，看来这是要跟我们死扛到底了。说不定晚上会趁着黑夜来偷袭。沈桑，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投降。君侯不过是区一个山匪的山寨，我们趁着夜色直接打上去就是了。他们有着盾牌、弓箭手，怎么就突然全部被干掉了？你们觉得这还是一伙普通的山匪吗？这么想起来，这伙山上的山匪当真很是可怕。君侯，山上的山匪用箭射下来一封信，拿来我看。这伙山匪竟然想要投降，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岂是投降招安就能够解决的了？你们2人亲自率领着1000人马，大张旗鼓的给我攻山，不需要进攻山寨，直接放火。士兵分列4队，两侧的人时刻注意两边山林的动静。虽然他们手持火把，但火光的照明范围有限，两侧这黑黝黝的树林，前一半的路程，所有人精神高度紧张，箭手的手臂因为这一路拉着弓弦，早就已经酸胀不已。所有人原地休整，一会一鼓作气冲上去。2个屯长此时也有些懊恼起来，现在两眼摸黑，什么也看不见的，怎么打？要是白天上来，最起码不用担心林子里面埋伏着人。差不多了，一鼓作气冲上去。话音刚落，一支箭直接洞穿了这个屯长的脖子。小心！另一名屯长见状，连忙趴了下来，一支弓箭擦着他的头皮钉在了地上。而刚才这2支箭在射完了以后，两侧的林子就再也没有了动静。屯长手下的弓箭手胡乱地朝着弓箭射来的方向射了一阵，林子里面仍然寂静一片。把火把扔出去。借着微微的火光，出现了令他们头皮发麻的一幕。这是人头！天哪，是我们的人头！此时的山坡上面有上百个人头从上面滚落下来，头的滚动在上面的坡上形成了一道道血路。眼前的这些人头正是他们之前上山的那些人。正当众人愣在那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黑影，不少弓箭手下意识的便朝着那些黑影射了过去，但那些黑影浑身哆嗦了几下，并没有倒下，甚至还缓缓地靠近了过来。众人这才发现这些黑影竟然没有头。突然出现这样诡异的一幕，不少士兵还是吓得跌倒在地。突然无数支箭从两边的山林里面射了出来，最外面一圈的人纷纷中箭倒地，剩下的那个屯长不出意外的脑袋又被射成了刺猬。与此同时，一群妖魔一样的人挥舞着大刀冲了出来，几乎是一个照面。最前面那些吓傻了的士兵们就被砍翻在地，所有的士兵被这接二连三的变故搞得军心大乱，纷纷掉头朝着山下跑去。山路本就狭窄，两侧的山林当中还不断的有弓箭射出，众人拥挤作一团，不少人在山坡上摔倒滚落下去，被弓箭射翻砍杀的不过5之有1。众兵士之间相互践踏纷乱砍杀倒是超过1大半。现在冷兵器时代，想杀掉他们这1000人可没那么简单。沈三特意安排了那么几个人，专门补刀割人头，朝山下混乱的人群里面扔着。沈三让所有人全部都用锅底灰把身上抹得乌黑，不睁眼不张嘴，在这漆黑的山林里面根本就看不见。看见这群张牙舞爪的人冲了下来，早就吓破了胆。这一次足足派出了1000人，青龙寨里面不过100余人，就算能够杀掉一些，硬推也能推上去了。正当穆海胡乱想着，突然听到一侧传来嗖的一声。谁？见穆海中箭，周围的士兵瞬间围了起来。绝对不是山匪自己制造的箭，而是大前军营的指示。难道说这箭有毒？老爷，刚才城门守军来报，说穆君侯他们回来了。什么？打完了？这小的不知道。张逢春也不再多问，连忙走了出去。怎么会这样？败了，区一个青龙寨，竟然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这可是1000多人啊！你们都不反抗，排着队被他们杀吗？大人，你看那边，那是青龙山的方向。山火，你们还放火了？那青龙寨的山匪很是强大，我们军侯在撤退的时候就放了把火，还请大人快找戴夫雷，不然我们军侯就要不行了。这毒我可解不了，或许方神医在这的话，还能有点办法。那个姓方的确定能行，那就立刻去找他，敢不来就给我捆了来。是大事情啊！穆海大败，自己中箭昏迷不说，手下还损失了1000多人马。这怎么可能？何叔，你别开玩笑了。岂能有假？听说这个穆君侯是中了毒箭，现在正在昏迷呢。这青龙寨的老大到底是什么人？难道这个青龙寨当家的是军武落草？绝对不是，听说是一个女子，而且武艺高强，把穆海打成这样，你和叔我都有些心痒了。那还等什么？明天一早就去，我也想会这群山匪。我们恐怕是不行了。现在这穆海都失败了，
正是我们证明的时候。是侯爷来信了，让我们接到信以后，立刻回去侯府。铁匠把一堆银子容后吹成花瓶，接着把剩下的做成管子，然后把管子插入瓶口，另外一头插入有冷水的木桶里，还用匕首挖个小孔，接着管子从小孔穿出，之后将酒胚放入蒸馏器中进行蒸馏，用蒸汽将酒胚中的酒精带离出来进行提纯，再经过蒸馏器中的冷凝装置添锅冷凝，酒液出来后还需要掐头去尾，先流出来的叫做酒头，酒精含量70%，里面还有甲醇、杂醇油以及危害物质需要去掉，中间流出的叫做酒体，酒精含量60%，这个就是沈三需求的纯粮酒了。上次沈三喝的酒跟啤酒差不多，这回制作的蒸馏器不仅可以喝，消毒也是效果极佳。这个时候酒的度数都很低，他们哪见过这种高度白酒？好酒。正太只感觉一股热流充斥着四肢百骸，额头上瞬间冒出了细汗。这可是我自己造出来的酒，不怕我这个山匪头子下药。原来是老皇上驾崩，新皇上继位，郑侯也来信让他回去一起进京，但正太还是不服。回去的时候故意绕到青龙山，不想沈三知道后把他一个人请上山来。我听何叔说，青龙寨大当家的是个女的，那是之前，现在是我夫人。没想到你真山匪，当时何叔信口胡说的嘲讽之言，竟然真让他说对了。今天是来剿灭我的。那个山谷里面，你们青龙寨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今天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今天咱俩就打一场，没必要让手下的兄弟们跟着受罪。你要是胜了我，任由你处置；你要是输了，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早就想领教一下老哥你的高招，打是没问题了，不过藏在一边的人也该出来了吧？这里有我们青龙寨的烈酒。哟呵，竟然能被你发现，后生可畏啊！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虽然说是让正太自己上来经历，但这上面毕竟是山匪的老窝，老何哪能放心？直觉吧。好酒，这酒不错啊，竟然这么烈。你们倒是赶紧开始打，让我也见识见识。正太一抱拳，抢先一个饿虎扑食，朝着沈三攻了过来。这一拳干净利索，一看就是行家。再来。嘿。不打了，打不过。看我被揍得这么惨，竟然能笑出声来，看我回去不扣你银子。哟呵，你要是敢扣老子的银子，我就把你上次路过青楼的时候问我的几个问题告诉你爹。何叔，你来硬的。怎么的吧，就依你了，沈大当家的，刚才多亏手下留情了。没事，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就这么回去，不会有事吧？没事，哪还顾得上这些？我得去京城了，京城那边出了点事。沈大当家的，这个酒还有没有？你开个价，我买了。之前喝的酒那都是些什么垃圾？这才是爷们喝的酒。这个没问题，还剩下不多，一会我让人送下来。听说你们昨天晚上杀了漠海1000多人，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趁着晚上吓唬了他们一下罢了，大部分都是自己踩踏到半死，我们也没做什么。吓唬他们可都是当兵的，胆子这么小。兵者，鬼道也。敢问沈大当家的，之前也是军武出来的，出身军武也算是吧。不过说来话长了。看着沈三不愿多说，老何也不好多问。正当沈三准备叫人上山拿酒的时候，却突然看见林秋君带着几人走了下来。这位想必就是青龙寨前大当家的了吧？多谢了。我们就走了，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放倒你。沈三目送着两人下山，这才回头看着林秋君。刚才你也在旁边，怕你出事。他们为什么来当山匪？我就不信，靠着一身本事，吃口耐劳的，还能吃不上口饱饭。好一个和不食肉糜，要是家有耕田，食可果腹，谁愿意背着山匪的骂名浪荡于世？不过话说回来，刚才那个女子，我怎么感觉这么面熟？县太爷的人马足足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方文的下落。不过还是从百姓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富贵酒楼，大人，据富贵酒楼掌柜的说，这个方文被扶进去以后就死了。老东西这么早就死了，这可怎么办？绝对不能让他死在这中乡县里面。速速去把那个屯长叫来。还没有找到大夫吗？我们军侯快不行了。县府当中所有的大夫全部找了过来，但还是无能为力。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军侯送往郡府。那个屯长恨不得一脚踹死眼前这个县太爷，你他妈治不了，耽搁了这一天的时间。新皇登基，相信很快就会昭告天下。我们六乡郡的贺金一定要抢在其他人前面送到京城那边去才行。不过按照现在的银子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把青龙寨打下来，或许这银子就不用愁了。拿什么打？穆海他们2000人去都被打回来了。既然银子没办法，你就再想想这个美女，等到丧期过后，都会从各地遴选美女进京。当然，小侯爷的人马已经从青龙山走了。那他正太带着人马去青龙寨干什么？正太竟然勾结山匪？难不成这小侯爷还真跟青龙寨的山匪有什么勾结？好啊，这下算是让我抓住把柄了。
我得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哥，或许他那边能用得上。现在这老皇帝已死，新皇上之前可就看这个郑侯爷不怎么顺眼。老爷，梁龙来了。他来干什么？这里没人，把他带过来吧。管家自然知道双龙洞山匪梁龙被张逢春收服的事情，什么时候县太爷要收拾人了，他们就会出手，或绑票，或弄死。拜见大老爷！之前不是说了有安排，我会去找你的。你要是被人认出来了，岂不是给我添麻烦？在下听说大老爷的人马攻打青龙寨，大获全胜，就带了一些野物和银两，特意来给大老爷庆贺，聊表孝心。大获全胜，庆贺？你他妈找死！敢来消遣我是吧？来人呐，给我拖下去，押入大牢！我哪句话说错了？我是谁？我在哪？我来干什么的？大人，先等一下，看这梁龙似乎是对青龙山的事情毫不知情，属下倒是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拿下青龙寨。什么办法？这一次他们青龙寨打退我们官兵的事情，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被周边的山匪们知道，说不定会有不少山匪为求自保，投靠到青龙寨里面去。如果这梁龙能够带着双龙洞的人马进入到青龙寨里面，我们倒是可以里应外合，拿下青龙寨。有点道理，你听明白了吗？小的回去就带领下面的人去投靠青龙寨，一有消息立刻想办法跟大老爷汇报。城中的处女被人一个一个掳走，而百姓看到不仅不上前阻拦，却还纷纷绕道而行，甚至自己家的女儿被抓走也是不敢吭声，只因昨天有人已经去县衙报案，不仅没有把那帮人抓起来，反而告诉他此事纯属无中生有，并且警告男子不要随意污蔑。这还不算完，当天晚上这帮人又一次闯进他家，不仅把他打成重伤，而且还当着他的面把他2位貌美的夫人给办了。之后他的2位夫人不堪羞辱，也投井自尽，最后还一把火把他家烧成灰烬，并且第2天他家店铺被查封，米粮被收缴，店里的伙计也全部被遣散。就这几天又有一群人被捆半死不活，被衙役从县衙扔了出来，而这些人都是同样的遭遇。经此大变，几人决定上山为匪。听闻青龙寨只劫富人不劫穷人为人仗义，决定来投靠青龙寨的山门。这县太爷岂不是太不把百姓当回事了？这简直是逼着百姓造反，没道理啊！小女人，我倒是觉得恐怕是跟皇上登基有关。皇上登基？你没有注意到，这些女子都是一些未经人事的稚女。当今皇上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对于女色这方面就有些……但能进宫伺候皇上，不应该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正常情况下或许是这样，但现在是国丧期间，这个皇上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人家皇帝一上位都要大赦天下，减税减赋，他倒好，捞钱要女人的。对了，上次老五来的时候还提到了县太爷准备送给皇上贺仪的事情，估计是很大的一笔银子，要是能抢过来自然是好的，不过要想得手恐怕也比较难，一定有重兵护着。真要是把县太爷送给皇上的贺仪抢了，那后面围剿我们的可就不单单是县府的人马了。跟老五送信，我要知道他们送贺仪的具体时间、路线什么的。大当家的鹰嘴岭的人来了。鹰嘴岭恐怕是前段时间我们绑票的事情越界了，所以这鹰嘴岭来找麻烦。既然是这样，把人带上来吧。我们大当家的邀请你去谈合作。合作？既然你们梁大当家的有合作的意向，不过最近我身体偶感风寒。大当家的，你没事吧？老三，拿10两银子给这位小兄弟。多谢大当家的，多谢大当家的。你回去给你们梁大当家的带句话，就说他的意思，我都明白。请大当家的放心，小的一定把话带到。带下去吧。这个什么约定，你可千万不能去，这摆明了就是不怀好心的。我正发愁抢了县太爷的贺仪以后没人嫁祸呢，没想到这鹰嘴岭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这是个什么人啊？之前就把伏牛山的格力给坑惨了，这次又要去坑鹰嘴岭，你这会不会有点太不地道了？不地道？难道打仗之前还要先鞠躬吗？再说了，你看看这个吧，看后面。沈三，你要是灭不了这个鹰嘴岭，以后就别想上我的床。信的后面竟然让沈三带着林秋君一起去，敢惦记我的女人，真是活腻歪。这是战场上的陷马坑，看来我们已经被山匪盯上了。鲁森抬头看了看天色，本来冬天的时候白昼的时间就短，再加上今天又是下雪，所以天色昏暗的厉害。按照这个进度下去的话，在天黑之前恐怕是赶不到前面既定的那个镇子了。让我们露宿荒野，或许才是这些山匪的目的。所有人加快速度，我们今天晚上一定到前面的镇子上去。护卫长啊，这，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可是一路拉住车的，你骑住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辛苦。本就天寒地冻的，到现在还没吃饭，早就冻透了，也使不上力气。大家一鼓作气，到前面的镇子上去，我保证让大家睡个好觉，好好休息一下。走吧，官大一级压死人啊！累死我们吗？
这些车子上拉的都是一些金银，本身金银的重量就重，而这一次县太爷张逢春在中乡县这边搜刮的所有金银全部送了过来，装了满满的3架马车。这一路上鲁森本来是按照马匹拉车的脚程，一路上规划了不少休息的点，不到这个点的时候是绝对不能休息的，让众人怨气颇多。队长，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地下还多了很多的小坑。你记住吗？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体力消耗的有多大。如果是在这里停下的话，耽搁了时间怎么办？他们正在说着，前面一辆马车飞快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赶紧闪开，快闪开，要赶不到了。就在经过鲁森他们人马身边的时候，突然上面的一个酒坛掉了下来，瞬间浓郁的酒香弥漫了一地。完了完了，紧赶慢赶的想要躲避点，没想到竟然摔了一跤。等一下，伙计，等一下。这个武师本就好酒，此时冻得瑟瑟发抖，这个时候能够喝一坛酒暖暖身子的话，那再舒服不过了。在这个武师喊完了以后，不少护卫直接来到沈三面前给拦了下来。各位大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封我们大掌柜的去给刘老爷送点酒，你们该不会是山匪吧？胡说，什么山匪？爷爷们是官兵，今天你运气好，这些酒卖给我们，爷爷们按照高价给你。不等沈三答应，他们便随身扔了几块碎银子，然后到马车上去搬起了酒。都给我放下！谁让你们喝酒的？万一这酒里面有蒙汗药之类的。什么叫我们酒馆下了药？这些酒可都是刘大老爷庆生特意从我们酒楼买的酒，赶紧把酒给我搬回来吧。正在这时，后面的路上又有几个挑夫走了过来。伙计，这个酒闻着不错呀，我们赶路天寒地冻的，也给我们卖一坛吧。不行不行，我这个酒里面是有迷药的，你们还敢喝吗？不对啊，这个酒香，你是前面毛子镇上酒馆的吧？恕在下眼拙，这一天天人来来往往的，小的也是刚刚提起来，还真没认出来。别那么多废话，这么多的酒也不差这一点，赶紧给我们来一口暖暖身子。其中一人放下担子，上前不顾沈三的拦阻，直接舀了一瓢。霍爷，这一口酒下去，浑身上下就舒坦，是不是？我们的酒那绝对是顶级的，我也得赶紧走了，不然的话，天黑之前到不了刘大老爷家了。而周围的那些护卫们见到这2个人都喝了，而且也是直接从酒坛里面舀出来的酒，如果有迷药的话，他们早就中招了。剩下的那些人仿佛是接到了什么命令一样，也都纷纷涌了上来。在一边的鲁森脸色铁青的骑在马上看着，一个护卫还算是懂事，舀了一瓢酒递给了鲁森。鲁森迟疑了一下，也下马喝了起来。而沈三早在他们涌上来抢酒的时候，就害怕的跑到一边躲起来了。鲁森他们没一会就喝完了酒，刚准备上路的时候，纷纷倒了下去。鲁森感受着眼前眩晕的感觉，知道大事不好，这一路一直小心谨慎，没想到还是中招了。到底是怎么中招的？鲁森用大刀撑在地上，努力的让自己不倒下去，模模糊糊的看着刚才的店小二跟那2个挑担子的人走了回来。古有智取生辰纲，现有照葫芦画瓢，智取遗金，你是他们的头头吧？我告诉你，这些遗金我们鹰嘴岭全部收了。要是县太爷有什么意见，5天以后鹰爪峰，我们鹰嘴岭的人恭候县太爷的人马。大当家的，这马车坏了，我们要是拉回去的话，恐怕也不好办。把金银搬到装酒的马车上，兄弟们也往身上装，能装多少装多少，剩下的到里面的林子埋起来。你说什么？遗金被鹰嘴岭的人给抢了？县太爷张逢春眼前一黑，你们可是有200个人，就因为贪口酒就被10几个人放倒了。来啊，给我把鲁森关进大牢，择日处斩，立刻派人去郡府，让他再派1队人马前来，人数一定要多。鹰嘴岭的人要找死，那就满足他们。在地上垒起一个土窑，把矿石放在土窑上方，然后用锅盖盖住矿石，接着用猛火烧制，不一会锅内就会生成硫化物，随后硫化物伴随着3氧化2砷沉淀并附着在铁锅壁上，而附着在铁锅壁上的一层霜就是我们说的砒霜，也被人们戏称为杀夫利器。然后方文在砒霜里面又加入马钳子，这毒性一丢丢就可以毒死一头老母猪。鹰嘴岭的帮大傻叉竟然真跟官兵打起来了，还是三爷有本事，对于我们来说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没后顾之忧了，他们到鹰嘴岭里面去搜查，没有发现这些遗金的话，一定会反应过来，再结合着我们青龙寨跟鹰嘴岭的约定，倒是很容易就联想到我们青龙寨头上。大当家的，县太也被抓上山了，北面来了一大堆人马，攻下了鹰嘴岭，又退了下来。大当家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县太爷为了自己的威严亲自来剿匪，并且从郡府调来3000人马，本来是想等郡府官军攻打上去后，这边再压上去，没想到正好遇见鹰嘴岭埋伏沈三的人马，还以为县太爷带来的官兵是青龙寨假冒的，就杀了上去。结果鹰嘴岭被郡府官军攻破，但是县太爷却被他们抓了。从我们山寨退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杀了县令，撤兵，你们退5里地，不10里。
校尉大人，你们就这么撤兵了？他们现在只有这一个筹码，不会对县令怎么样。那些山匪也不是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龙寨的人呢？狼爷，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中计了。这摆明了就是青龙寨的陷害。妈的，不讲武德！梁爷说的对，这青龙寨的人太不是东西了。把县太爷带上来。此时的张逢春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伙山匪绝对不敢把他怎么样，倒也没有太过害怕。我们鹰嘴岭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为何这次搞这么大的阵仗要对付我们？没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连送给皇上的遗金竟然也敢抢，你们就要做好被剿灭的觉悟。什么遗金？这是跟我们鹰嘴岭没关系啊！我们怎么敢对皇上的遗金下手？你们就特么给我装！要不是你们抢的，又为什么在鹰爪峰埋伏那么多人马等着？我们是冲着青龙寨的人马埋伏的，谁知道青龙寨的人马没来，你坐着马车溜达溜达来了，这件事情有点乱，我们来重新捋捋。经过将近半个时辰的辩论，张逢春又在山寨当中转了一圈以后，这才终于相信抢劫遗金的事情跟鹰嘴岭的人无关。这所有的事情都是青龙寨的人在背后搞鬼，太他妈丢人了！收了遗金不说，竟然还找错了人，找错了人也就罢了，自己竟然还被抓了。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鹰嘴岭就是我的人马了。他们现在也知道，恐怕不会再有别的选择了。如果他们继续为匪，恐怕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站着死还是跪下当狗？从今往后，我们鹰嘴岭任凭大人调遣，还望大人把青龙寨的事情交给我们，我要亲自灭了这青龙寨，一雪前耻。不过你们给我记住了，青龙寨的人一个不留，遗金的数量一分不少。是，必须让他们青龙寨血债血偿。恐怕我们的事情暴露了，鹰嘴岭恐怕已经投靠到了县太爷麾下，他们岂不是要联合的对付我们？按照这个梁大当家的脾气，断然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先下手为强。沈桑，不可大意，就算能够强行打进去，我们恐怕也会损兵折将。放心，硬拼岂是我的风格？整几套官军的衣服，带上我的杀夫神器，我给他来个真真假假，真当老子喜欢睡椅子呢？要不怎么说，千年的狐狸，万年的鳖，都比不上我们大当家的阴险狡诈。胖子，你特么是在骂我呢吧？我说你个死胖子，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怎么能把咱一个狐狸和王八相比？这个睡椅子是什么情况？该不会是你练功的方法吧？你要不给兄弟们指点指点？闭嘴，下去！不教就不教呗，那么凶干什么？大当家的，明天一早我亲自带人去青龙寨，要是拿不下来，我齐头来见。不用，这一次我亲自出马，让山寨里面的兄弟都准备好。大当家的，山下有队官兵来了，说是县太爷派来的。县太爷的人马，他们来干什么？那还用说，肯定是对我们不放心呗，所以派人来盯着我们。这个县太爷分明是怕我们私吞那些遗金，所以才派人来看着我们。记住了，这个时候还不是翻脸的时候，一定对他们客气一点。这青龙山那边还没有动静，鹰嘴岭的人是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动手，难不成出尔反尔？我担心的是，鹰嘴岭跟青龙寨要是联合起来的话，对于我们县府来说，这个威胁就大了。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百姓都上山当了山匪，要是被他们反制，还真是有些麻烦。既然如此，立刻派一队人马去鹰嘴岭打探消息，要是他们真的有什么想法，我们也好提前做准备。既然这遗金能够被追回，那我们县府征税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暂停一下？恐怕这样下去的话，会让县府这边再出暴乱。暴乱？我们收拾不了那些山匪，还收拾不了这些刁民了。最近这些美女的事情，你亲自安排，让人尽快送到郡府那边去。遗金出了问题，这些美女可绝对不能再出问题了。是，大人，卑职亲自去安排。此时的县府门口已经跪了不少的百姓，都是来请求县太爷惩治北城帮的。他们这些人，或女儿，或姐妹，都被北城帮的人掳掠而去，他们又根本不是北城帮人的对手，只能寄希望于县太爷惩治北城帮。但他们哪里知道，要不是县太爷在背后支持，这小小的北城帮怎么敢这么肆无忌惮？你说什么？死了？鹰嘴岭1000多人全死了。我们几个去到鹰嘴岭以后，山路上并没有什么人，进到山寨里面以后，才发现横七竖八的躺满了人，全部都是七窍流血，惨不忍睹。鹰嘴岭大当家的还有一众当家的，也都全部死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有1000多人的山寨，怎么就会这么被下毒？当真是太可怕了。青龙寨当真是好手段，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你也别叫什么神医了，听我的，以后就叫绝命毒医。三爷，您还是别埋汰我了。你说说，我这可是救人的手腕，怎么到了你这以后就成了这样了？平常的时候我连鸡都不敢杀。你可拉倒吧，就你一晚上杀的人，比我们整个青龙寨里面所有的人加起来杀的都多。那明明是你让我去弄那什么毒药的，还必须要缓慢发作，发作之后必须身亡。反正我不管，我是个好人。他往井里倒了一顿泻药，整个茅厕就窜出一条黄河。不仅山寨的人拉得提不起裤子，就连他们的战马也歇成一字马。房叔伏牛山那边有不少兄弟们最近不知道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上吐下泻的，想让房叔您过去帮着看看。好说，
那我现在就去。忙忙等到方文出去以后，长舒了一口气。至于吗？现在方叔就是咱青龙寨天字1号的杀手啊！果然是现成的方神医，这次下药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大当家，我们怎么办？找个机会给县太爷送去。最近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从最早开始那张球被杀了，到前段时间的剿匪，又到现在竟然出现了造反的趋势。能不造反吗？为了收集已经进个城门都要钱，还抢人家女人老婆给皇上送去。大人，双龙洞梁龙派人送来了一封信。梁龙他人呢？原来自从这上次让双龙洞的2个人投靠青龙寨做卧底以来，就音讯全无。张逢春都以为梁龙他们是被干掉了。这个梁龙搞什么名堂？老黄，那个神医是叫方文来着吧？他已经死了。对了，上次穆君侯在这里重伤的时候，我们就特意打听过这件事情。当时那个酒楼老板说，刚到门口就死了。怎么了？这怎么可能？方文竟然在青龙寨，这……原来梁龙在信里面写得很清楚，中乡县的神医方文就在青龙寨，而且还专门给他把了脉。之前这个梁龙曾经见过方文，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梁龙还把现在已经知道的伏牛山上的人数和大致情况全部跟张逢春他们写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对于青龙寨这边，到目前他们还没有上去过。由于沈三怕来投靠的人有卧底，因此就把他们全部都安排到伏牛山了。有点意思啊，没想到这青龙寨的人竟然还把手伸到我们县府里面来了。老爷，少爷出事的那天晚上，似乎也正是这个富贵酒楼的人进来送的酒。这个富贵酒楼之前就有问题。回老爷的话，之前的掌柜的是一个叫赵富贵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换了，号称叫什么丁爷，好像叫丁冯。不仅仅有这处富贵酒楼，听说这一红楼不知道怎么也成了这位丁爷的。好啊，怪不得我们每次出去剿匪都会被事前得知。你看看，这他妈都把人弄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这个丁冯，您打算传令下去，从现在开始，城门口严格排查进出的人，特别是富贵酒楼跟怡红楼里面出来的人和马车。是。富贵酒楼正好府里面缺酒了，去让里面的人送点酒过来。哎呦，是官爷来了，里面请。你们这酒楼来买卖来，挑食坛好酒送到县太爷府邸上去，我们马上安排，马上安排。细狗把10坛酒装上车以后，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另外2个伙计朝县太爷的府邸而去。结果当细狗送下酒，准备去领赏银的时候，刚一进门，脑袋上便套上了布袋，还没反应过来，便被一通拳打脚踢打了个半死。当细狗再次从昏迷当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双眼被蒙上，掉在了半空中。张逢春上刑犯了一半，想知道的事情便了解了个差不多。大人，这娃娃您看。告诉王震，让他带领50个人跟我走。掌柜的，掌柜的，酒楼里面来了一个大人物，说是想要见您。大人物是啊，我也不知道，我这还没进去呢，就看见里面站了不少人，没想到竟然是县太爷亲临，小的有失远迎，还望县太爷恕罪。我是该叫你富贵酒楼大掌柜呢，还是怡红楼掌柜的，又或者说青龙寨5大当家的？丁冯当即愣在了那里，这才反应过来，从刚才一进门就没有见到细狗跟其他的伙计。县太爷既然都知道了，还敢在我们富贵酒楼喝酒，就不怕我们这酒里面有什么东西？听了丁冯的话，张逢春含着一口酒，瞪大了眼睛看着丁冯，咽下去也不是，吐出来也不是，看着丁冯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下去，这才把嘴里的酒咽了下去。有话直说吧。丁掌柜的也是聪明人，既然都有这么大的2处产业了，何必再去当什么山匪？合不合作一把？怎么合作？要是丁掌柜的把那沈三和青龙寨几个匪首引到县府里面来，我可以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而丁掌柜的以后也可以脱离青龙寨的辖制，岂不两全其美？听你这么一说，倒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必须要在县府当中有一件足够大的事情才可以。你需要什么？我这边来想办法。这样，县太爷，您再摆一次宴会，就说庆贺皇上登基。不过你写完以后，信拿给我看，而且丁掌柜的这几天就委屈你了，先跟我到衙门里面住2天。好，那我就去衙门里面待着。立刻派人去怡红楼，暂时封闭，谁要是敢硬闯，直接杀。来了吗？这里面有不少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人，让我们的人都藏好了。这4周的每个院子里面都埋伏了200人，到时候可以直接把在场所有的人围住。今天在开始之前，我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来啊，请怡红楼丁掌柜的。下面的众人都很是发愣，不明白今天不是庆贺皇上登基，怎么让一个青楼掌柜的出来讲话？我们这位县太爷啊，什么都好，但是怎么说呢？对了，前几天在我们怡红楼里面有一个读书人曾经给我们县太爷赠诗2句，很是恰当，叫做1、2、3、4、5、6、7，孝悌忠信礼义廉，实在是妙不可言呐。这2句话好像没毛病啊，夸我呢？下面有人琢磨着这2句，渐渐回过味来。他张县令啊，虽然是朝廷的县令，但是一点人事也没有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欺压百姓、
作为做福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张逢春才是我们中乡县实打实的土匪。混账，给我拿下他！而丁逢似乎早有准备，说完这些以后，朝着前面的柱子撞去。但就在要撞上的时候，突然一支弓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来，洞穿了丁逢的小腿，丁逢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你想死？没有这么简单，看来今天又被你耍了。他们青龙寨的人是不是没来？竟然还在这眼巴巴的等着。我们青龙寨的人岂是这么容易就上当的？给我带下去，严加看管，别让他死了，我要亲自折磨他。老爷，棍子都已经打断7、8根了，那人还是不松口。大人，这人看来是铁了心了。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城门口。如果真要是这么做了，恐怕会彻底把青龙寨的山匪给惹急了。他们指不定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呀！哼，我还真是怕他们什么都不做。我已经让人去郡府求兵了，从明天开始，整个县府关闭，不进不出。可是，按照老子的话去做，再敢多说一句，老子把你也砍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县府出事了！县府出事了！别慌，慢慢说。哎，是武当家的，武当家的死了。你说什么？谁死了？你再说一遍！胖子，放下！谁出事了？说到底怎么回事？大当家的，今天我去县府周围侦查情况，结果还没到县府，就听见不少人说县府已经封闭了，在门口还挂着青龙寨山匪的人头。我不信，我就去县府城门口看了看，果然县府的大门紧紧地闭着，武当家的人头就那么挂在城门外面呢。大当家的，是武当家的，武当家的死了！狗日的县官，我他妈要宰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他全家！胖子，你冷静一点，一切听三爷安排。你也冷静一些。这个时候，县府的人既然敢杀老五，就一定有埋伏。沈三转过头，一脸淡漠地看着林秋君。你不用这么看我，县府有着完善的防御工事，还有城墙，我们没有任何工具，根本就打不下来。强行攻打县府，无异于以卵击石。说完了吗？传我命令，青龙寨所有人，今天晚上随我攻打县府，报仇！兄弟，我来了，我带你回家。城门的守兵一个不留，全杀了。王八，你带着人去解决另外一处城门的人马，解决完以后，立刻去城中的兵营全部放火给我烧了。跟我走。王莽，带着你的人，我们去衙门，是时候跟县太爷来一场了断了。没想到你们竟然真的敢进来，多亏了我早有准备。他们不过是家丁，没有弓箭，无需害怕，跟在我的后面，朝着内院杀，一定要干掉县令。大当家的，我们好像被围住了。干得不错，你们就是青龙寨的山匪吧？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就你们这区几十个人还想进来干掉我，现在跪下来对我磕几个头，或许本官还能给你们留条全尸。不少听见动静赶过来的衙役张弓搭箭的对着沈三等人冲！来啊，给我放！三爷，我们来了。胖子，杀，干掉县令！三爷，我们在去兵营的时候被发现了，没有完成任务。刚才要不是你们及时杀过来，我们就要被乱箭射死了。快，把我们的人都集中起来，占据这2处院落。大人，这下可是把他们给一网打尽了。只要我们干掉了这些人，那青龙寨就全灭了。给我用弓箭射死他们！大人，他们也有弓箭手，我们的人根本不敢露头啊！刚才我已经试过了，他们的箭法相当厉害。老爷，我养着你们这群饭桶是干什么的？大人，我们可以放火。好办法，快，立刻让人准备放火，敢闯我县府，我烧死他们！大当家的马德好像出不去了，他们竟然敢放火！怕什么？你个死胖子，能跟三爷死在一起？黄泉路上兄弟们也有个作伴的。谁怕了？我他妈是在跟大当家的说说周围的情况而已。想弄死我们，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今天必须要把那个县太爷给杀了！兄弟们，我们跟三爷一起杀出去，我先冲，三爷你跟在我的后面。放箭，放箭！
阿山、李满仓，给我把弓箭手干了！阿山跟李满仓两人在众人的掩护下，也带着手下的弓箭手们顶了上去，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但院子里面的火势逐渐大了起来，再这么下去的话，就算不被烧死，也要被烤死了。胖子，把院子里的水缸扣起来，突出去！沈三大声吆喝着，跟王莽两人倒扣着水缸，顶在外面冲了出去。在水缸的掩护下，沈三跟王莽冲进了衙役当中。王霸见状，带人也冲了出来，跟县太爷手下的人混战成一片。王健跟另外2个武士一起把沈三给团团围住，王莽和王霸也都陷入了众人的包围。原本县太爷衙门这边就有100-200人，而兵营的人过来以后，现在最少500-600人围住沈三他们，只能勉强保持不败。想要突破出去，恐怕就难了。沈三用眼神瞥着张逢春的位置，一旦这边出现破绽的话，沈三当即就会跳出战圈杀过去。但张逢春被一群人掩护在后面，根本没有破绽。沈三的心里面一阵焦急。正在这时，突然在府邸的外面传来了一阵喊杀声，紧接着府邸的外围竟然也燃起了熊熊大火。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哪来的援兵？大人，不好了，反了！县府里面的人都反了。在这个时候反了，这帮刁民，去给我拦住他们！兄弟们，天助我也！趁机杀出去，干掉县令！此时，在县太爷府邸外面，几乎大半个县府的人都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冲了出来。最近张逢春抢他们女儿，各种苛捐杂税也多了起来。别说是普通老百姓没有活路了，就连这些富商贾贾们也都在苦苦支撑着。掩护我出城，去跟郡府的人马会合。三爷，那狗日的县太爷要跑，追上去，千万别让他跑了。好在此时的县府里面，各条街上都是造反的人群，马车也跑不起来，只能一边极力的驱赶砍杀着路上的人，一边朝着城门冲击。而张逢春在数十人的掩护下，也已经来到了城门口。沈三带着王莽等几人一路冲杀，此时也只有不足10人。沈三一人一刀，渐渐逼近了上来。都他们给我上去挡住他！杀！沈三一声大喝，冲进了人群里面。你不能杀我，我哥是郡守，你杀了我，我哥哥不会放过你的。杀我兄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就是天王老子，老子也照杀不误。兄弟，我给你报仇了！老三，立刻拿着县太爷的人头去县府里面平乱。三爷，现在县府里面都控制住了。快，郡府的人马来了，立刻让我们的人过来，把所有的弓箭全部搬过来。赶紧上去安东西。三爷，这一仗我们怎么打？王八，我跟弓箭手们主要在城墙上，你带领手下的人给我堵住城门，真要是他们攻进来了，一定要誓死守住。三爷，城门交给我，只要我还活着，我保证一个人也攻不进来。三爷，你快看！只见此时在城门下面已经站满了无数手拿武器的百姓，正渐渐围拢了过来。抬头看着上面的沈三，难道说这些百姓还要对我们下手？上面的是青龙寨沈大当家的吧？在下乃是中乡县米粮商会的掌柜，我姓叶。敢问叶掌柜的，这是什么意思？如果郡府的人马杀进来，恐怕我等也难逃造反谋逆的罪名，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中乡县县府的百姓全部归沈大当家的调拨。会射箭的、力气大的，全部上城墙；剩下的老三、老四，你们2人一人带一队。君侯，前面就是中乡县县府了。男子令人把茅坑粪便全部收集起来，随后支起100口大铁锅，随即加入粪便以及98号调和油，紧接着升起猛火熬制，然后快速搅拌，之后全部搬上城头，等待敌军攻城。这就是沈三令人制作的金纸。就这东西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富含各种致命细菌，这种生化武器只要沾上一点，身体就会大规模溃烂。你认识我吗？不认识。没事，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速去禀报你们县令，奉马校尉之令，特来援助中乡县县府。还请暂且稍后。我们大人昨天晚上去青楼里面休息，现在还不曾起来，还在青楼里面睡觉。我们在收到他的救援消息之后，日夜兼程，中间都没有休息，他自己竟然还敢去青楼耍乐。请将军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去叫醒我们大人。君侯，这县太爷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们还替他打个屁啊！再等等，一会进城，非要好好跟他们论一番不可。我怎么闻着这么臭啊？再说这城墙上似乎也太安静了吧？哼，仗着县府城防稳固，就如此轻敌。你们大人呢？还没有醒吗？大人已经醒了，正在吃早饭。昨天晚上的时候喝酒有些宿醉，估计我们大人喝完粥以后就能清醒的差不多了。喝你妈个啪嚓！我们兄弟们连饭都没吃，你们狗日的县太爷竟然还在里面喝粥，赶紧给我开门，不然我们可打进去了。手下的士兵们也都个个义愤填膺，来到城门下面叫骂着。沈三看着众人靠近的差不多了，所有人到。
瞬间，整个城楼下面一片哀嚎。这一通惊之下去，别说是毫无防备的士兵，就算他们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也根本抵挡不住。再加上他们都聚集在城墙之下，几乎下面的人没有一人能够逃过。射箭！虽然那些普通百姓们的箭法乱七八糟的，但这么多箭从上面射下来，震慑力还是很强的。更不用说中间还有青龙寨的人马，他们几乎箭无虚发，一时之间尸横遍野。快撤！打退他们了，还是三爷你有办法啊？我让你在哪？再敢擅离职守，老子把你扔下去！阿山、满仓，你们两个看见那个正在指着这里的人了吗？搞他一箭，只要把这个人射死了，接下来的事情会好办很多。这个距离不说一定能射中，但还是有几分把握的。没想到这山匪的速度竟然这么快，要是张逢春死了，那就真麻烦了。这总归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属下料定，他们绝对不敢动手。你说的有道理，命令用一字长蛇阵。护卫君侯，妈的，这伙山匪的剑术竟然如此高超！不好，剑上有东西，是金枝。按照杨吉的伤势来说，就算死不了，化脓感染是早晚的事情。山匪竟然如此歹毒，给我用一字长蛇阵叫阵，今天必须要把县府给拿下来。可是君侯，您这伤，给我攻城。是，这似乎是一个阵法。李满仓，带着你的人用一波弓箭试一下。当箭射出去的时候，这一队人马便停了下来，用盾牌挡在前面，人跟在盾牌的后面，箭矢根本射不到他们。停下吧，让人把城里面的石头什么重的东西都搬上来。三爷，这是一字长蛇阵，关键是找到他们的阵眼，我带兄弟们冲一次吧。你脑子有泡啊！我们关着门，他就算是一字长蛇阵还是八字长蛇阵，能有什么作用？好像是这么回事。你以为大当家的能不认识的是什么阵法？还轮得到你在大当家的眼前叭叭？放箭，瞄准那些扛着梯子的人射。继续给我冲，都给我上！当人数堆起来以后，城墙上面的弓箭手也压制不住了。没一会，攻城云梯便搭在了城墙上。快扔石头！那些城墙上的普通百姓早就吓破了胆，有几人壮着胆子朝下面扔了几块石头，但紧接着就被下面的士兵用箭射翻在地。沈三侧头看着，有些士兵已经开始爬了起来，而自己这边的普通百姓们，大部分都抱头在墙根底下蹲了下来。带着你的人给我上来！王霸他们听见上面打得火热，在下面早就手痒的不行了。听见沈三的吆喝，当即怒吼一声，带着100-200人冲了上来。下面的一字长蛇阵已经摆开，前面一队人马拿着盾牌挡着弓箭，身后的一队人马张弓搭箭，掩护那些人马攻城。而如此同时，一队人马也扛着一根巨木，朝着城门撞击了过来。给我顶住，把所有东西都搬过来！虽然现在城门上下也有着数百人在忙活，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沈三手下的这110名山匪。但这一轮攻击下来，城墙上面的人也有不少受伤了，而远处的杨吉也跟疯了一样，不顾一切的催促着人马继续往上攻。拼了，把他们打下去！眼看着攻上来的人马越来越多，沈三心里面也涌起一种无力的感觉。正在这时，突然听见城墙外面传来一阵喊杀声和马蹄声，沈三一愣，连忙砍翻了身边的几人，朝着城墙下面看去。只见一队骑兵有数百人从后面冲杀了过来，直接冲进了杨吉的军帐当中。为首的一人正是林秋君带着伏牛山的众人杀了过来。二当家的威武，兄弟们，二当家的来帮我们了。那些官兵此时被两面夹击，再加上刚才杨吉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林秋君带领的人马砍翻在地，瞬间斗志全无，朝着远处逃去。不要追了，尽快打扫战场。不错，来的正是时候。不然的话，你们可就危险了。明明山寨当中有那么多人，我们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消灭？原来，自从沈三他们下山之后，林秋君便直接来到了伏牛山上，二话不说，把最近这段时间离开伏牛山的人马全部单独叫了出来，开个盘查。上来就是大型伺候，本着宁可刺杀也不放过的原则，硬生生的把双龙洞的人给摘了出来。做到双龙洞的人马以后，林秋君便派人到郡府这边打听沈三他们的消息。尸体放在什么地方了？妈的，在城外的林子里面。三爷，这些人怎么办？县衙里面能用的人挑出来，其他的人全部杀了。老三，带人去把老五的尸体挖出来，连着头颅带回山寨里面去埋了。恐怕少则4-5天，多则7-8天，郡府的下一波攻击就能来到。这县太爷的府邸里面都清理出来了吗？这个宅子不小，先让兄弟们住在这里也行。县令之前的那些人倒是麻烦，他的夫人和管家什么的都暂时安置到一个院落里面了。这中间还有几个武师，功夫不错。他们能为我们所用吗？他们都是县令这边的人，对我们也有着很大的恨意。那白白养着这么多人干什么？浪费粮食。我明白了，记住了，我们是匪，虽然拿下了县府，不过是多了一层反贼的称号而已，不能为我们所用，就斩草除根。
三爷，按照您的吩咐，大牢里面的人已经筛选完了，能用的人多不多？三爷，差不多能有110人吧。另外，我还想给三爷举荐一个人，他之前就是县府的武师，名叫鲁森，听说被县令聘请护送遗金，路上出了意外，被下了大牢。这个鲁森就是之前那个倒霉蛋。行，你把人叫上来吧。多谢大人不杀之恩。你抬头看看，还认识我吗？怎么是你？你是那个小二？不错，不过呢，我也是青龙寨大当家的，现在这县府是我的了。你无耻！你害得我好苦啊！分属不同，只能说你比较倒霉罢了。你似乎并没有看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位鲁兄弟之前一直被关在大牢里面，所以对这些事情不是很了解，领仗了三爷，还望三爷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罗兄弟此人如此害我，我却不能就这样归顺于他，除非你能打赢我，我就服你。之前的县令打赢你了，你这么顺服他？他给我一口饭吃，一饭之恩，我也当涌泉相报。更不用说你现在还杀了他。放你娘的屁！谁敢对我们大当家的无礼？怪不得这么狂妄和鲁莽，倒是有些本领和力道。这样吧，既然你不服，等三爷我忙完了手头上的事情。可是，闭嘴！怎么了，老三？老五已经带回山上埋葬了，山寨里面的记忆也都拉了过来。三爷，正太小侯爷进城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敌人一旦进攻，就会呈包围之势，将敌兵马困入阵内。阵头负责牵制，阵尾负责绞杀。此阵名为四门兜底阵。这个阵法我之前好像见过，叫四门兜底阵，很是厉害。这是防备我们冲出去？估计是了。你看，这四方全都是兵，并且可以随时变换阵法。那人是马白，此人乃是郡府的校尉。马校尉，没想到他们防守的人竟然这么多。不着急，传我命令，把守住进出县府的各个交通要道，截断他们的粮路。围而不攻，这是打算消耗城内的粮草。告诉老四，千万不要贸然出去破阵。另外，继续从县府里面收集各种粪便，熬煮金汁。满仓、阿山，你们两人各自带着几名剑法好的兄弟，给我射那个骑马的。是。保护大人！妈的，射到我的耳朵了！这位兄弟，好剑法，你手下还真是藏龙卧虎。沈大哥，你们不是在青龙山上吗？沈三便把他们为何下山，怎么杀了张逢春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跟正太说了一遍。杀得好，这个张逢春早就该死了。不是去京城了，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别提了，我现在估计也是逃犯了。他奶奶的，京城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你可是小侯爷，谁敢拿你？我杀了当朝权臣秦守仁的干儿子，怕连累我爹，便提前离开了京城。秦守仁就是那个新上任的大司马。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杀人？本来想着自己这一次怎么也算是为民除害，还想显摆显摆呢。你要杀他，肯定有你要杀他的理由。再说了，听说这秦守仁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干儿子能好到哪去？还是跟你在一起舒坦，没有那么多顾虑。那你干脆留下来吧，兄弟们过点快活日子不好？我爹那个人一辈子迂腐不堪，还要继续回去侯府。估计你杀了秦守仁的干儿子，他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你吧？谁让我是小侯爷？我要是不回去，岂不是连累家里面的人？我之前就听说过郑侯爷的仗义，估计你回去应该也不会有事。但回去以后一顿毒打是跑不了的，最后可能让我去投靠某位将军。行了，既然来了，就不妨暂时住一阵子。1个月以后是我爹的60大寿，怎么也不能在过寿的时候干掉我吧？这样，到时候我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可拉倒吧，我爹要是知道我从反贼这里弄的大礼，还不把我的皮扒了？反贼怎么了？正太那个小兔崽子呢？给我滚出来！老爷，小侯爷不是跟你一起去的京城？没回来。那个谁？这几位是京城刑部的人，好生安顿下，给我把老何叫来。京城出事了，我不是听说皇上封侯爷是天顺中永侯？滚你丫的！你个老东西，别人不知道，你能不知道？皇上拿我当枪使，让我跟齐州的反贼打。他奶奶的小兔崽子！这次可算是给我闯祸了。那小兔崽子干什么事了？不让皇上大兴土木的李铎，最后被皇上弄个谋反。那小兔崽子当街送他去了，还杀了秦守仁的干儿子。这小兔崽子倒还算机灵，知道大事不好，没敢回来。云州的罗云有单独的封地，听调不听宣。之前我倒是也跟他有过几次往来，凭借我这几分薄面，恐怕还能有点作用。你就跑一趟吧。这一次你当上这个天顺中永侯，恐怕还要替这位天顺皇帝卖命吧。老何，我等本就是世受皇恩，自当为皇上效力。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这么别扭？提醒你那2位公子，在我死之前可别做什么妖，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想我怎么也是一个特种大队大队长，来到这里以后，岂能完全按照这个世界生存的方式进行？怎么说，也是9年义务教育出来的优质品，脑子里面的知识还跟现在他们打仗一样来打，那真是捧着金饭碗要饭了。炸药这种东西应该是不难的，1硫2硝3木炭，有了这个比例，只需要准备材料就可以。但是单纯的炸药用于工程还好说，现在这样直接扔出去，那真是伤敌1000，同归于尽了。再加上现在粮草已经快要耗尽，势必要用更加快速的办法才行。这么晚了还不睡？晚上了，我给你送点衣服。看看，还是我家娘子想着我。记得父亲之前说过，要想破掉这4门兜底阵，需要同时攻击4个角才可以。县府里面的粮草不多了，老3、老4，再加上我们2人，各自带100-200人出去破阵，倒也可以一试。别动！这大冷的天，哪能光让我自己包裹的严实？沈三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抚摸着林秋君的后背。林秋君有心发作，但旁边还有不少守城的人马，虽然没有注意到这边，但林秋君却也不敢乱动，只能任由沈三这么抱着。你就别去了，不是有正太吗？让他跟我一起去，他的功夫不在老4之下，这县府里面还是要有人坐镇的。要是小侯爷能够加入我们的话，那我们可就如虎添翼了。正太虽说年少冲动，但他背后还有郑侯爷，岂能放任他跟我们这些反贼在一起？除非什么？一路造反，称王称霸，自己当皇上，这样或许才好点。当皇上？林秋君震撼的无以复加。对于他来说，他生于校尉之家，从小受到父亲的教导就是忠君。看把你吓的，没必要考虑那么长远，得先把眼前的麻烦事解决掉才行。这马白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来的，但是能当上校尉，一定也很厉害。在另一处城门的，也是郡府的一个军侯，叫孙聪，之前在我父亲手下，也是元虎将。这一次带着他前来，是志在必得的。他们虽然不会贸然进攻，但对于我们来说，不到迫不得已，也不可轻易出战。放心吧，要是城邑里面粮草足够，我才不会出去呢。但是现在没办法，必须要想办法击退他们才行。听你这个意思，你已经有办法了？有了思路，但还没有头绪。那好吧，县府里面有我在，你放心守在这里就行。春天的风大，你自己多注意，千万别着凉了。春天风大，怎么了？不愧是我的贤内助，有办法了。什么办法？你等着看吧。男子令人收集一种药材，随后将药材全部放入捣药罐，接着用30年的手速碾成粉末，之后全部装入大黑锅里面，随即派人搬上城头，并准备好火把。紧接着，众人戴上沾有黄色液体的口罩。就在这时，火把深入粉末中，此刻城墙上便燃起滚滚浓烟，在春风的作用下，呼呼地朝着城外面军队吹了过去。随后按照定好的方位，每人带一队杀了过去。这就是沈三用夹竹桃做出的毒烟，里面含有强心肝毒素，中毒后呕吐腹泻，呼吸困难，四肢麻木，还减智商。此时外面马白的军营已经完全被烟雾所覆盖。刚开始的时候，马白以为不过是普通烟雾，是沈三他们准备冲出来的掩护，便命令阵法集结，以应对从县府里面冲出来的人。结果过了一会，就感觉不对了，不少士兵闻着白烟，竟然口吐白沫，倒地抽搐了起来。是毒烟，快捂住口鼻！马白一边说着，也是阵阵恶心，连忙用水浇湿了衣服，捂住口鼻。突然听见烟雾弥漫当中传来一阵喊杀的声音，这才意识到里面的人竟然真的攻出来了，而前面阵法的众人比他们更早的吸入了毒烟，恐怕大部分人都已经倒下了。跟我补充阵眼，防备他们破阵。刚到阵前，就看见10几人正在砍花切菜一般的屠杀着，不由得大怒：混账！马白大吼一声，手中的大刀一个横劈，直接砍翻了正太身边的2人。正太正在肆意砍杀，没想到烟雾当中突然出来了一队人马，定睛一看，竟然是马白。不过眼看着自己这边好几个人被砍翻落马，不由得怒从心起，一杆枪挑着就过来了。而就在正太准备跟马白交手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鼓声，鼓声起，一定是另外一处城门的人来增援了。撤！但马白已经冲到了眼前，一柄大刀死死地缠住正太。你们撤，我来拦住他们。一柄银枪耍的犹如银蛇舞动，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罗，死死地罩住马白和几个人。跟着正太的几人这才得以脱身，纷纷朝着后面撤退了过去。看见自己人都撤出去了，正太也连忙卖了个破绽，虚晃一枪朝着城门败退而去。但马白在身后死死追着。刚才这一招回马枪当真厉害，但似曾相识，所有人后撤10里，安营扎寨。混账，竟然敢用毒烟这种手段！这县府里面的反贼到底是谁？能想出毒烟这种手段，很明显不是一般的反贼。还有那名使用回马枪的少年，怎么看怎么像是郑家枪法？难道是郑如松的人？立刻派人去郑侯爷府问问郑侯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校尉，周穆急性，拿来我看。齐州王世超造反，已经拉起了数万人马，速速回防，阻住王世超另一侧的路线。相信用不了多久，中乡县沦陷的消息就会被散播出去，那个时候我这校尉的脸可就真的丢尽了。怎么就这么容易撤兵了？马白是校尉，他需要考虑的东西自然要多，这六乡郡一定还有不少事情等着他去处理。布置一些暗哨，千万不能再像这一次一样被猝不及防的围城了。开城门，恢复商贸。沈大哥，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正好能在大寿的时候赶回去。按理说，我是不是也要跟着去拜拜寿什么的？不过你们得晚一点去，我这回去了，估计还要来顿揍。你小子这么干脆，该不会早就惦记着我准备的寿礼了吧？你说，我们两个现在算不算兄弟？从你愿意跟我出去破阵的那一刻，我们不就是兄弟了？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滚犊子，起来喝酒！首相，虽然我们已经打退了马白，但是这个时候是不能大意的。这不是明天正太就要走了，一时兴起。你呀，真是的，你先坐，我去给你弄点温水来。算了，你还是给我弄点热水来，我泡个澡吧。一起洗吧，来县府这段时间你也没怎么好好洗洗，正好今天一起。去你的，我还不知道你又想做坏事。男人喝了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赶紧进去坐好，我给你搓搓背。正太明天就要回去了，他现在不也是逃犯？这里天高皇帝远的，凭借郑侯爷的身份，还护不住一个正太。对了，正太明天走了以后，过上2天，我也准备去郡府一趟。什么？你疯了？你现在可是造反的贼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放心，我又不傻。虽然我是贼首，但有几个人认识我？不行，这样太冒险了，你不能去。别看现在马白他们撤退了，但郡守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既然敌对的身份改变不了，就要想办法先下手为强。哎，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可别太自我感动啊！我这可不全是为了你。林秋君咬了咬嘴唇，没有接话。虽然也有沈三说的原因，但沈三对他的承诺和维护之意还是很明显的。林秋君看了看眼前的这个男人，倒是有些不舍起来。放心，我有数，我可舍不得你这么个美人替我守寡。我最近可没有闲着。我跟你说啊，我研究出了。沈三正准备跟林秋君说最近自己的成果，眼睛却突然瞪大了起来。只见眼前的林秋君缓缓站起来，宽衣解带，不一会，一具洁白无瑕的娇躯便出现在了沈三的眼前。这具娇躯，不管沈三见过多少次了，每次见到仍然会激动不已。沈三，我不想你为我背负这么多，但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让你弄在外面，你要不我也好给你留个一儿半女。同时，一只玉葱般的玉手轻轻的，门前杂草乱丛生，亭里溪水润蛟龙，可怜树低菩提路，滴入红尘两半中。